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年薪100万前必学的前端面试 JS 观念的课程。那在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课程之前，大家可以先去加入我们这个4000多人的一个 LINE 群组，还有追踪我们的 FB 获得最新的资讯。首先非常感谢各位之前在我另外一个 JavaScript 快速入门课程的支持。其实在那之后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这个 YouTube 频道里面的内容，那基本上这是一个4年之后的更新，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有去看过那样一个入门课程的同学，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前端工程师。所以我希望这一次新的课程它是可以为各位带来一个对职涯上面真正有帮助的一个内容。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录制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 Junior 工程师的朋友常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去跨越这样的一个年薪100万的一个门槛。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遇到年薪100万职位的一个面试，它通常会考什么样的题目，那我又该如何去准备跟应付。那我会说，其实最主要必备的一个能力就是对于 JavaScript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因为在前端面试里面，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地方。关于准备的部分，其实现在网络上面已经有非常多的面试题目可以参考，甚至说你用 ChatGPT 也可以很快的整理出题目跟解答。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去理解题目，并且用自己的嘴巴在面试的当下好好的讲出来并且回答，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想把前阵子在 TikTok 做面试官以及自己自身的一些面试的经验整理制作成课程来分享给大家，那希望对大家的一个面试准备是有帮助的。再来就是如果你掌握了大部分的一个 JavaScript 的面试题目，基本上你也会慢慢的跨越 Junior 的门槛，升级成 Senior 的一个工程师。因为其实这些面试题目它并不单单只是一个面试题目而已，它也会是我们去成为一个 Senior 工程师之前必须要去学会的一个 JavaScript 的底层原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后面的教学会怎么样去进行。那基本上我这边做了一个前端面试笔记的一个网站，那这个连结我会放在底部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透过点击这个连结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内容。那基本上我们看到左边这个部分有11个章节是跟我们这个 JavaScript 有关的，那我们后面接下来的一个内容都会去围绕这11个章节去做展开，从最上面这个变数 const、let、for 还有 hoisting到最后这个 JavaScript 模组化的一个内容，这11个章节是我们后面接下来会去教学的一个 JavaScript 面试题目的一个内容。好，然后再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面试笔记里面都会分成上面是一个基本概念介绍，跟下面是一个常见面试题目的一个介绍的一个内容。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学完基本概念之后，来下面看这个有可能会去遇到的一个前端面试的题目，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回答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大概像这个样子。然后再就是说右上角有3个按钮，这个语系的选择。那这个语系的选择就是我分成了繁体中文跟简体中文还有英文的部分，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个偏好语言来阅读这个文章就 OK 了。然后再就是说文章这里有一个中英模式的按钮，大家可以来点击一下。那基本上这个地方你点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文章的内容会变成中文一行然后英文一行的这样一个展示方式。那我制作这个功能其实基本上是因为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在准备前端的面试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准备一个中文的面试，有可能你需要去面对的是一个英文的面试，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一个功能是可以帮助各位在阅读跟学习这样的一个文章的时候，你也可以顺便学习一些英文的单字，然后帮助你在英文面试里面的一个表现，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左边的部分其实基本上除了这个 JavaScript 的一个题目之外，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其实还有性能优化跟我们这个 React 面试观念的一个教学。那基本上这些教学都是付费的内容，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观看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参考一下。那下面这3个部分就是这个 HTML 跟 CSS 还有浏览器，还有就是说 HTTP 跟浏览器跟网络安全这个部分，还有就是说最后一个这个面试必会的 JS Coding， 它的文章的部分都是免费公开的，所以我们可以来这个地方看到它是一个免费的文章。然后再来就是说，但是这个其实每一个内容都会有影片内容，只是这个影片内容就跟上面这个前端性能优化还有这个 React 面试观念是一样，包在一起是一个付费的内容。然后最后这里是一个 JS Coding 的部分，那基本上这个 JS Coding 的部分是我去整理了大概这19个我认为在前端面试里面是蛮高频率会去遇到的一个 coding 的问题。那这每一个问题基本上我都放入了像是基本概念的介绍，还有就是说我想要去实做这样的一个程式码，它的一个解答方式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阅读跟练习一下自己对于整个前端面试里面跟 coding 相关的一个技巧，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内容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到这个 JavaScript 面试教学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一个变数 const、let、var 还有 hosting 的一个 JavaScript 的面试课程。那在这个面试课程里面，最早我会分成3个部分来跟大家做讲解。第一个部分是我会去讲解说这个 hosting 提升的概念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为什么会需要这个东西，以及说它这里面的知识点是什么。那第二个部分是作为面试官的角度，会想要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去考察候选人在这方面相关的知识点。那第3个部分就是针对候选人本身，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被面试的人，我要怎么样去回答面试官所提问的问题，那怎么样的回答才可以让面试官觉得说我回答有到他心里面想的那个关键点，这样去提升我们面试通过的几率。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先从概念这个部分开始讲起。那基本上 hosting 这个概念它是一个提升的概念，那顾名思义它就是跟提升有关的一个动作。这个提升有关的动作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程式码范例。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我们会有3种宣告变数的方式。第一种是用 var， 第二种是用 let， 第3种是用我们的 const。 那基本上现在应该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常使用 let 跟 const 来宣告变数，那 var 应该蛮少人在使用了，但是这里面的概念我们还是要把它弄清楚。基本上我们在使用 var 这样的一个变数在做宣告的时候，如果你在程式码里面，假设你今天把 a 这个东西这个变数写在下方，但是你在上方有调用到 a 这个变数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程式码是从上面读到下面，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a 我读到 a 这个变数的时候，它其实本身是还没有被初始化的。应该说，如果我们在按照正常逻辑来看，它这个宣告 a 的这个变数在下面，但是我在上面调用了，理论上它是应该要被有报错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状况发生。那在这个 JavaScript 里面，它其实就做了一个提升的动作。这个提升的动作就是可以让你在读到 a 的时候，它直接帮你做初始化。那只是这个初始化它会赋予一个 undefined 的值，这个 undefined 的值就是因为你是在上面嘛，所以我们等到下面的时候才会去赋予这个不好意思，我们到下面的时候才去赋予这个 a 的这个10的这个变数的数值。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用 var 在宣告变数的时候，它会做了一个提升的动作。但是基本上我们在宣告 let 还有 const 的变数的时候，它也会做提升的动作。这样的一个提升的动作其实跟 var 本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var 它其实就是提升了，然后初始化了，然后变成 undefined 了。但是对于 let 还有 const 来说，它是提升了之后会进到 TDZ 这个死区里面。为什么会进到这个死区呢？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再让这个 let 还有 const 变得跟 var 一样提升到上面这个地方，那有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隐患在里面。像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写一些未知的 bug， 那只有在使用者使用的时候才有可能去造成这个 bug 产生出来。就像是如果有些变数我宣告在下面，但是我上面有一些 function 去调用到了这个变数，那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基本上就很可能会去发生这样一个类型的这样的 bug。那我们今天如果是用 let 跟 const 的话，因为它会进到这个 TDZ 的死区，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把我们的变数在宣告之前去使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它会给我们一个 reference error 的报错，这样我可以在开发阶段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这样的一个程式码这样写起来是错误的，基本上是这个样子。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其实面试官会问你说，可能会问你说我们今天 var 它会有一个提升的动作，一个 hosting 的动作，但是 let 跟 const 它会有吗？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候选人他可能会回答就是说没有，它没有 hosting。因为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就是说这个会是 undefined， 这个会是 reference error， 那下意识就会觉得它不会被初始化，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它们都是会被提升，只是区别在于就是说这个会被初始化成 undefined， 这两个东西 const 跟 let 会进到 TDC 这个死区，所以我们要把这部分的概念对面试官去讲解好，基本上是蛮加分的。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变数的部分，我们接下来看 function 的部分。基本上 function 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单纯是以 function 的方式来做宣告的话，它也是会有提升的动作，基本上就跟这个 var 很像，但是 function 是你可以直接正常的调用，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不像是 var 我今天在提升的时候它是会变成一个 undefined 的值，并不会这个样子。
function 你再调用，它就直接让你调用了。那如果你今天把 function 当做是一个值丢到 const 的变数里面，这部分就要注意一下。基本上你在使用这个 bar 的时候，会报跟上面一样的错误，就是 reference error 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你在这个时候，你已经把 function 当做是一个值丢到 const 里面了，所以它就会遵循上面这个提升的规则，进到 TDC 的时区里面。这样的话就会发生跟上面一模一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基本上这里面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遇到这样的题目啊，我们要特别的去看这个 function 还有这个 function 的宣告方式，一个是直接宣告 function， 一个是在用 const 把它包起来，两个其实在使用上面会有比较显著的一个区别，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个概念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来看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题目给我们来实作这个样子。好，那首先第一个，有些面试官可能会比较直白，就是直接问你说，你知道 hosting 提升是什么样的概念吗？然后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你知道他的问题在问什么了，所以你可以直接就是回答这方面的问题跟概念就好了。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你们是线上面试，那如果你们有编辑器在身边的话，就是你们的电脑是有编辑器在投影的话，那基本上在这样的状况，你是可以直接把这3种状况去写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去解释，就是说我知道 var 这个东西它是会是提升，但是初始化的时候内容物是 undefined。那这两个东西 let 跟 const 它会是 reference error。你可以用这样比较简单举例的方式，用写程式码的方式，让面试官很快的了解说，原来你是懂这样的部分的概念。这样的话，基本上你这一关就通过了。那另外一种比较主流的方式，有可能会像是这个样子，就是作为面试官，他有可能会想要考察你除了知道这样的概念之外，还有没有能力去阅读程式码，然后去大概推论出它的一个输出结果会是什么。所以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面试官，他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考察，就是给你看一段程式码，那希望你可以讲出它的一个执行顺序。那基本上我们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肯定是把这个执行顺序先给讲出来。那讲出来之后，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可以再接着补充你对于这个 hosting 的概念是什么，就像是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能把这个执行顺序完整的说出来，然后又把这个概念讲出来的话，那基本上这就是面试官想要听到的部分，就是你有阅读程式码的能力，那你同时也有知道说这个知识点它的背后的概念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其实跟上面的这个 hosting 比较没有什么关联，但它其实也是跟变数有关的一个比较经典的面试题目。就是说大部分的一些面试官如果想要考察你对于 const 的理解的话，他会丢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这个 const 的变数它里面是一个物件的值的话，我是不是有办法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物？基本上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如果你对 const 不是那么熟悉的话，你可能会不小心掉入一个误区里面，就是你会认为这个地方它很像是变了一个值，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const 这个值它是不能被改变的，但是如果它今天是物件的情况下，你改变它的内容物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跟你把它变成 number 啊，或者说布林值，或者说其他类型的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const let var 还有 hosting 的面试教学，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章节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里面的严格比较，还有松散比较，以及这个 Object-is 的差异解析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也是一样，我会分成3个部分去讲解。第一个是先去讲解这3个东西，就是严格比较是什么，松散比较是什么，还有 Object-is 是什么东西。那一样也会第2个部分就是从面试官的角度，他会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就是他想要知道些什么。那第3个部分就是我们作为候选人要怎么样去回答面试官所提问的问题，大概像是这个样子。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如果写过 JavaScript 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发现我们的这个比较，就是说去比较2个物件或者说2个内容物的值是否相等的时候，我们会用等于等于或者等于等于等于3个等于跟2个等于，有这2个东西的区别。但是我们最主要的
主流用法都是用这个3个等于，但是你会发现其他的程式语言它可能会是只有2个等于，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 JavaScript 里面它这个2个等于它是会做型别转换的，它是比较适合像是比较松散的一个判断。像下面举的这个例子，你如果今天是在比较0跟数字0还有字串0之间的关系的话，如果你用的是2个等于，它基本上会帮你判断成 true。 为什么？因为它会帮你做型别转换。所以在 JavaScript 里面，如果你是用2个等于的话，基本上这个0跟这个0它会看起来是完全没有区别的2个0。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写3个等于的话，那在这个状况里面它是不会做型别转换的，就是我们平常在用的方式，数字0跟字串0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像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 JavaScript 的写法里面，大家都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要做比较的时候，都是基本上我们都会希望是一个比较严格比较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写程式码的时候，比较常用到的还是这个3个等于。那只是在面试里面，面试官应该会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 JavaScript 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嘛，所以他可能会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之处，然后去问一些问题，就是看你这个候选人对于 JavaScript 里面的比较的相关知识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好，那再更进一步来询问问题的话，会像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问完这个2个等于跟3个等于之后，有可能会问你说，如果我今天遇到一些比较边界的状况，就是比较一些 edge case 的状况，要怎么样来处理？就是说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其实都会有像 none 这样的一个值，或者说加0或减离这样的一些边界情况，我要怎么样去判断这样的边界情况？基本上如果你是要去判断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用3个等于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方式是比较不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并没有支持说去做这样的比较。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特别去做这样的比较的话，你可以用 JavaScript 里面的一个原生的 API， 就是 Object_is。 基本上 Object_is 它是跟3个等于的功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区别在于就是说它可以正确的处理 none， 还有就是说这个加0跟减0的边界情况。所以这个就是 Object_is 还有这个3个等于最大的一个区别。在面试的时候有可能就会问你说，我今天大部分都是在用3个等于来做条件判断，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些更 edge case， 就是一些边界情况的条件判断，我该怎么样处理？这时候你就可以回答用 Object_is 来做比较精确的比较。那如果要你具体举一些例子的话，其实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没有写过React 的一些 API 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在 React API 里面有一些 dependency， 就是依赖的那个阵列。这个依赖的阵列就像是下面这个样子。如果今天是写 UCF 这样的一个 hook， 那在这个 hook 里面我会去加一些跟这个 hook 内容物有关的一些依赖。那基本上这个物件本身里面的值，在那个 React 的 API 里面，它是透过 Object_is 来做比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知道说3个等于跟这个 Object_is 的区别。那知道区别之后，我们还举一个例子，就是去说，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如果你能举一些例子，或者说去帮助面试官去理解说，你是真的懂这个东西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蛮加分的一个动作，像这个样子。那最后一点就是说，这个 Object_is 它其实是一个前比较，就是说什么是前比较呢？就是基本上这个 Object_is 它在判断2个东西是否相等的时候，它只会判断第一层，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 reference 的值，或者说它的一个参考。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是用物件来做判断的话，你看它的内容物虽然相同，但是你用 Object_is 的时候，它最主要会是去判断就是这2个东西的参考，这个 reference 是不是相等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写 Object_is A 跟 B 的话，它会是 false 的。为什么？因为 A 跟 B 它们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物件，虽然内容物相同，但是基本上它们在记忆体的位置里面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物件。好，那如果今天是比较 A 自己本身的话，那就会是 true。对，因为 A 它是对应到这个物件，那 A 也是对应到这个物件，所以2个 A 的话，它就是 true， 大概像是这个样子。好，那如果你今天需要做一些比较深层的比较，就是不是只是做这个前比较的话，你可以去用像是其他第三方 library 所提供的一个API， 像是比如说像是 Lodash 的 isEqual， 它就可以做比较深层的比较，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在后面的一个教学里面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做这个深拷贝跟浅拷贝的部分，这个部分也是会有应用到这样的一个知识点，所以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再来讲比较详细的一个概念。
但是大家这个地方最主要去理解的就是这个 object is 它其实就是做一个前比较而已，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面试题目通常会是什么样的题目。基本上跟比较相关的题目大概就是只有这3种会比较常去被考出来。首先第一个就是比较经典的，就是会去问你说2个等于跟3个等于的差异是什么，然后叫你举个例子。那基本上这个回答问题的方式就很简单，就是你有编辑器的话，你就直接写几个不同的条件判断。那这里面抓住一个重点，就是2个等于会做形态的转换，就是数字它有可能会转成字串，字串可能会转成数字，但是最后2个东西比较起来，只要内容物是一样，那就是一样。像我们刚才提到的0跟0，只要是一个是字串，一个是数字，内容物相等，那用2个等于的情况下，它就会认为是 true。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判断，那我一定会用3个等于来做处理，就是它不会做性别转换，所以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差异就是不会做性别转换，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面试里面它有可能会直接丢这样的一个程式码，问你说它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这2个比较起来，如果是用3个等于来做比较的话，那肯定是 false， 这个答案是 false， 就跟我们上面提到的一样。那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特别去比较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就像是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用 object is 来做处理，这样的话就可以很精确的判断说这2个东西是否相等，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如果今天你的遇到的一个面试官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要你去看这个结果是什么的话，那我们可以顺带的就是去提说，如果我们要解决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用 object is 可以做到一模一样的效果，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第3点就是，如果你提出 object is 这样的一个 API， 那有可能面试官就会问你说它的使用时机是什么时候。那基本上这个时候就是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去让面试官理解说你是懂这样的一个知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举例，就是如果你有在用 React 去写你的 Web App 的话，基本上你会发现在 use if 里面我们会有一个 dependency，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阵列里面我们会放一些跟这个function内容有关的一些依赖物，一些物件啊，或者说值，诸如此类的。那基本上在它的 API 在内部里面，它所做的判断就是用 object is 来做比较，大概像这个样子。如果我今天是要特别去判断，就是一些比较有弹性的，就是说因为我今天如果是开发 use if 这样的一个开发者，我肯定不知道用户他会去传什么样的依赖进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用3个等于去做判断的话，就会有风险。为什么？因为它有可能用户会传一些像比如说不小心变成 none 的值，或者说传了一个正0跟负0的值进来，这种比较边界的条件的状况把东西传进来。所以我们当然就是要用比较精确的判断方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 API 里面的逻辑，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天面试官问你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举例，去帮助面试官了解说你是真的明白去使用这个 API 的一个时机点，这个是非常加分的一个行为。好，那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在面试里面遇到严格比较还有松散比较以及 object is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些解答跟讲解，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这堂课程就到这边，我们就下一个课程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事件循环以及非同步操作的面试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最主要会教大家怎么样在面试的时候去回答这个非常高频率出现的一个面试问题。那基本上在整个前端工程师的面试里面，我认为事件循环以及非同步操作这样的一个面试题目是基本上 90% 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有一个准备的，用一个准备的想法来准备这样的前端工程师的面试的时候，记得这个事件循环与非同步操作是一定要准备好的，因为基本上这个 90% 一定会被问到这类的问题。那基本上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比较好的解释这整个事件循环以及非同步操作背后的一些原理，还有就是说如果在面对 coding 的问题的时候，像面试官可能会丢一些程式码的题目，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判断，然后给出正确的答案跟正确的回答。这个课程最早会教给大家这些东西。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先开始来聊什么是非同步操作。
基本上非同步操作它就是一个，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并不是同步在操作任务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 JavaScript 它本身是一个单执行序的语言，就是说我今天这个程式码，我从上写到下，我也就是从上方执行到下方，那一次可能就执行一个任务，没办法处理，没办法同时处理多个任务。那但是这样其实会有遇到很大的问题，像比如说我今天在网页上面操作，如果我今天滑鼠要点一个按钮之后，要等到这个按钮从伺服器那边拿到数据之后，再回传到前端的时候，我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那其实对于整个使用者体验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也就是这边在讲的，为了避免遇到等待操作，然后卡住整个程式，所以 JavaScript 它里面设计了一个这个非同步的操作。那基本上非同步的操作就是我今天会把一些任务丢到后台，然后这个后台去做一些处理的时候的同时，我前端应该说我前面这个同步任务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去执行，这就是所谓非同步的一个操作。那如果你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实际例子来举例非同步操作的话，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举例，就是可以假设你今天在麦当劳里面，那你想要点餐，通常点餐在排队这些人就是一系列的同步任务。那如果你今天遇到了非同步的任务要做处理的话，就像是你在点餐的时候，你跟点餐的柜台人员讲说你需要某一个套餐，那后面的人肯定会跟柜台人员讲说他要某一个套餐。那基本上柜台人员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们所要求的这些餐点丢到后面的厨房，让后面的厨师在非同步的状况下把这个食物给端到你们的面前。那基本上为什么会说这是非同步呢？因为他的柜台会一直不断的接收食物的订单，那厨房这个部分就是也不会因为说食物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一定要完成 A 才能再完成 B， 他们是非同步进行的。所以就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你后面的人他比你晚还要点餐，但因为你点了一个套餐，但是他可能就只是点一包薯条，所以他的拿到餐点的速度就会比你快上许多，大概像这个样子。这基本上这就是一个非同步概念的一个机制。所以如果你在面试里面要去举例，就是面试官如果要求你去举例这样的一个非同步操作的一个过程的话，你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举例给面试官听。但是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讲到事件循环的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的一个重头戏，就是要跟大家去解释这个非同步操作背后的原理。这个背后的原理就是所谓的事件循环。好，那我们来开始讲事件循环之前，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来看一段程式码，就可以透过这个程式码来很简单的带入到整个事件循环的过程里面。那我们往下先来看一下，这些我们都先跳过，我们来看这个程式码。这个部分我先把它复制到这个地方来，因为我们可以先不用看它的答案，然后试着去把它的执行结果给分析出来。好，那首先如果今天是我们一般在写 JavaScript 的时候，我们先不要考虑所谓的非同步的事情，我们就单看这个程式码，我们是不是都会比较直觉去觉得说它是一个由上往下执行的程式码？所以如果我今天在不考虑任何非同步的状况下，那是应该就是我看到某一个东西，它就应该秀出什么东西。像我看到 console log， 它自己写出1，那就代表说这个先执行嘛，因为由上往下执行，所以就会出现1。然后再来就是我又看到了 setIO， 那这个地方如果不考虑非同步，我直接把它打印出来，比较直觉的话就像是这个样子。那我现在看到 promise， 我先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我现在看到4，也就把它打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没有任何非同步的一个知识背景的状况底下，我们单纯就看执行顺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我们会很自然的给出1、2、3、4这样的一个回答。当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答案其实是1、4、3、2。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相信也是很多人在写程式码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应该说会在比较初学阶段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像魔法的东西。为什么有一些这种 promise 的程式码，或者说 setIO 的程式码，它的执行时间点会感觉起来有点混乱，就是不是按照你眼睛看到的这个顺序走下去。那这个 promise 有一些代表，就是像 fetch 的 API， 就是我们今天在前端跟后端去用 API 沟通的时候，我们会用到那个 fetch API， 它本身就是一个 promise 的 API。那这个 setIO 本身也是一个非同步的 API， 所以最后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其实背后的原理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做事件循环的东西在处理这样的一个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事件循环的东西。其实事件循环的东西，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过程。
基本上它只分成3个部分。我们先看浏览器的部分 ，Node.js 基本上它也跟浏览器几乎可以来说顺序是一模一样的，但只是因为 Node.js 它的一个模组比较多，所以它会有一些稍微比较复杂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解释，我们先单看浏览器就好了。好，那这个浏览器的部分基本上整个事件循环会分成3个部分，就是程式码的执行、同步程式码的执行，跟这个微任务的执行，就是 micro task 的执行，还有红任务的执行。红任务就是这个 macro task 的一个执行的过程。那最主要这个整个事件循环就是涵盖这3个部分。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一下。那我先在这边去写一下这个队列的部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用这个程式码来做举例。那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JS Code 的同步程式码会先执行，然后再来是 micro task， 然后再来是这个红任务 macro task 的部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首先我们要先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执行同步程式码的过程，我们会因为看到了对应的这个 API 去带了怎么样的一个 callback，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 callback 丢进来它应该要被丢进来的地方。像比如说 setTile 这种的一个 API， 它其实是属于红任务底下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遇到 setTile 的话，它会把里面这样的一个 callback 函式先丢到这个 macro task 里面，红任务的一个队列里面，等待整个同步程式码执行完之后去执行它。那我们看到 promise 的话，它其实会丢到这个微任务里面，因为 promise 本身是属于一个微任务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地方大家要去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在这整个循环里面，micro task 它会在每一次循环去把所有的 callback 去清空。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有2个 promise 这样的一个程式码，那这里面会丢2个任务进去嘛，对不对？那基本上执行完同步程式码之后，这里的所有任务会清空，全部执行完，才会进到红任务的部分。那这个红任务的部分是每一次都只会取出1个，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地方放了2个 setTile， 那基本上它一次也是执行1个。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怎么办？就是等到下一次再执行。所以你看我这里如果放2个 tile 的这个 callback 进来，它第一次把第一个执行完之后，它就会绕回去再看一下 micro task 里面有没有任务出现。如果没有的话，就继续执行剩下的那一个。它的原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会叫做事件循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执行完之后，微任务执行完会看红任务有没有任务要执行。那红任务如果没有任务要执行的话，那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有的话，就会回到 micro task 这边去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任务要执行。那如果没有的话，一样回到这个红任务来看一下任务是被执行完了。如果执行完之后，那就结束了，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程式码来做一个简单的举例，然后我们一次跑过这整个流程，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些这个所谓的微任务跟红任务之间的区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首先，我先把这个删掉。那同步的程式码基本上就是由上往下来执行嘛。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 console log， 基本上 console log 没有用任何的 API， 它就只是一个同步的程式码，所以理所当然的我们会印出1。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 setTile， 这时候我们执行到第2个部分，看到 setTile 了。好，那我们看到 setTile 之后，我们会把这个 callback， 因为事件循环 event loop 的关系，它会被丢到红任务里面等待被执行，所以我先把它丢进来，在这个地方。好，那再来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 setTile， 但是我这边做一个区别，我把它变成2之1好了。所以我今天会把这个也丢进来这里面等待被执行，所以它就堆在它的上面，像这个样子，堆在它的后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是这个 promise 的 API。这个 promise 的 API 它有一个点 len， 里面这里有一个 callback， 对吧？那不同于 setTile， 我们是要把这个丢到什么？丢到微任务里面，所以我们这边把它放进来，然后我们把这往下移一下。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又看到这个 promise， 那这个地方一样，我们写个3之1。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给丢进来微任务的队列里面，排在刚刚这个3的后面。好，那最后这里是一个 console log 4，这个4它基本上就是一样，它就是一个同步的程式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把它执行结束，像这个样子。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执行完所有的同步的程式码了，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 micro task 里面有哪些任务还没有被执行。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堆积着2个任务，所以它会一个一个直接把它执行掉。所以第一个它会把刚刚第一个先进来的这个2给取出来，然后显示出来变成2。
那再来就是里面还有一个任务嘛，对不对？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微任务，它其实是不好意思，这个放错了，应该是这个这边微任务在这边，我刚刚拿错了，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拿出来，然后这边会变成3。好，那拿出来之后，因为微任务本身这个 micro task 它是会把里面的这个队列全部清空，这是它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清完第一个之后，我们会把第二个也拿出来执行。这样的话，它就会显示1/3，在这个地方。好，然后把这个删掉。好，那这时候这个 micro task 就被清空了嘛？那清空完之后，它就会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来看红任务这个地方有哪些任务还没有被执行。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次只会取出一个，所以第一个我们里面有2个，但是我们2个不会直接执行，我们会取出第一个是2，所以我这时候就把它执行起来，变成2，然后把它删除。好，然后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只会取出一个之后，它会回头来看一下微任务里面还有没有任务要执行，因为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有可能这个刚刚这个 callback 里面，它会包含什么？包含了另外一个 promise 在这里面。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又有一个 promise， 那在这个时候它就会被丢到微任务里面。所以通常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红任务只会一次只取出一个，然后要回来看一下微任务里面有没有任务需要被执行完成，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道理。那因为我们这个番里面其实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执行完这一个 callback 之后，我们回头来看微任务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好，那这个时候里面没有东西，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下一次的红任务。这里面还有一个任务，所以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执行，然后就变成2/1。好，那到现在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来看，我们所有任务就已经执行完了，因为红任务跟微任务都被我们清空了之后，这个事件循环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输出结果，基本上这个输出结果就会是1、4、3、3/1、2、2/1。这个3跟3/1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微任务 promise 的部分，那2跟2/1就是这个红任务2跟2/1的部分。我们可以把这个程式码放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执行看看。好，那你看这个 AI 推算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直接执行1、4、3、3/1、2、2/1，有没有？1、4、3、3/1、2、2/1，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整个事件循环的顺序。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让大家了解到，其实这背后并没有什么魔法，它就是有一套规则去帮忙处理整个 JavaScript 在面对非同步任务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的规则。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事件循环。所以大家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循环的问题的时候，就是2个关键。第一个是你要有办法去分别说什么是微任务，什么是红任务，然后要在看程式码的时候，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像这样的程式码，你要知道它会被丢进哪一个队列里面，等待被执行，因为这是整个执行顺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部分。基本上你在网上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去介绍的部分，就是说这个非同步操作里面，像 setout 它本身是红任务这个 macro task， 那 promise 本身它是一个 micro task， 就是一个微任务。那async await 本身它是 promise 的语法堂，所以它所产生的任务也是微任务的一部分。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整个 Windows API 里面有一个叫做 Q micro task 的这样的一个 API， 它是可以把里面的 callback 放进 micro task 的 Q 里面去做执行，所以它是属于微任务的一个部分，大概像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讲完了浏览器的事件循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ode.js 的事件循环。等一下，在我们在看 Node.js 事件循环之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在浏览器的操作的时候，其实会有操作很多不一样的跟浏览器的元素有关的一些内容啊，像比如说我们会操作一些动画，那基本上如果我们在操作动画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 API， 就是 Request Animation Frames 这样的一个 API。那这个 API 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非同步的操作，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并不是属于微任务，也不属于红任务的一部分，它是有自己的一个执行时机点。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是中文跟英文的部分，那就是一个翻译而已。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一开始也是一样，是去执行同步的程式码，同步的程式码执行完之后，会执行所有的这个 micro task， 像 promise 的这些东西，
或者说 Q Microtask 这些 API 所带来的 callback。那第三个部分，这个就是关键，会去执行这个 RIF 的一个 callback。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动画的 API 来处理动画的 API， 它是希望使用者在看到动画之前就已经处理完了，所以它的执行时间点会在浏览器渲染的前一刻去把它处理完，所以这样使用者看到的时候才会是最新的动画，也是比较稳定的动画。那这也理所当然，因为用户想要看到动画，不可能是你先页面已经渲染完之后才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动画的 API， 这样的话用户可能就会看到那种一闪一闪的动画，其实使用者体验就不太好。那执行完这个部分的时候，就会去执行这个红任务的部分，就是可能 set timeout 啊，或者说 set interval 的这样的一个 callback 里面。那如果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些callback 存留在 Microtask 里面，它就会开始回去重新执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 RIF 的 callback 是只有在浏览器的时候才会要特别注意，因为就只有在浏览器的时候，你会需要去注意整个伺服器整个浏览器渲染的一个部分，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Node.js 的部分。那基本上 Node.js 的部分，它跟整个浏览器的事件循环的执行顺序是一样的，就是一样会先跑同步的程式码，然后再来跑那个 Microtask， 然后再来跑红任务的部分。但是它其实有分成6个大项，这每一个大项都会执行我刚才提到那3个小步骤。这个就是 Node.js 跟浏览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Node.js 它里面其实有除了那3个小循环之外，就是同步程式码、Microtask 跟 Multitask 之外，它还有6大项在这个上方。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这6个执行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都会跑一次这个循环，这个小循环，这3个小循环。所以这个就是 Node.js 的一个事件循环。整体上面来说，它的执行顺序是跟浏览器是一样的，但只是浏览器是只有浏览器一个环境，但是 Node.js 里面有6个环境要去执行这里面所有的内容。那基本上这6个内容你也不用特别去记说他们本身的一些专业语法还是什么的。我们在面试的过程最主要是能够把这6个部分大概在做什么事情去把它讲出来就 OK 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的部分的话就是浏览器把 set timeout 这个部分分到整个 timer 的执行周期去做执行。那基本上它在执行的时候也是会把 set timeout 当作是这个红任务的部分来做处理，只是前面如果有 promise 它也会优先先去处理，大概像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这里是一些比较内部在使用的一个周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暂时不管它。那第4点这个部分是一个 IO 事件的部分。IO 事件的话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读跟写，像比如说我们在读档案跟写档案的时候，它的所谓的 callback 就会在这里执行。然后再来就是说是一个 check 阶段，这个 check 阶段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API 是这个 set immediate 的一个 API。那这个 set immediate 它也是一个红任务的部分，它跟 set out 很像，但是他们2个的行为又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后面等一下会解释一下。然后最后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像网络连线要关闭的话，它会去执行的一个 callback， 就会在这个时间点去执行。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 Node.js 本身事件循环里面的6大模块。这6个模块本身又会去执行跟浏览器一样的这3个小步骤，所以构成了这个 Node.js 的事件循环。那我们来看一下 Node.js 本身其实跟浏览器里面有多出2个不一样的地方。首先第一个是这个 Process Nesting， 在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 API， 在这里我看一下，这里这个 API， 这个 API 它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说它也算是微任务的一部分，但是它的优先级是高于所有的微任务。所以你今天如果你在执行程式码的时候，里面有包含 promise 也有包含 nestic 的时候，这个 nestic 它其实是会被当作第一个优先去执行的 callback。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在 Node.js 里面特别独有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事件循环就会像这个样子，我执行完同步的程式码，我来看 Microtask， 但是在 Microtask 里面我会优先执行跟 nestic 有关的所有 API 的 callback， 然后再来执行后面的微任务，然后最后再去执行这个 Multitask 这个部分，红任务的部分。
好，那我们一样也从程式码来开始做一个判断，像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复制过来。好，那这个地方我贴上在这里，然后把这个删掉，把它移过来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哈。这个部分就是也是一样，我们的微任务跟红任务放在这边。首先第一个由上往下来看，第一个我们执行了什么 ？Process nestig 这个部分它有一个 callback 在这个地方，所以会把东西复制过来，然后放在这里等待被执行，但它永远都是优先级第一个，因为它是 nestig。好，那我们来看到 promise 的部分，这个 promise 的部分我会把这个有没有丢到红任务里面啊？我丢错，是微任务，不好意思，微任务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也是一样丢到微任务里面，在这边我把它放下来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说 set out 的部分，它是红任务的部分，所以我会把它复制，然后丢到红任务的堆列里面等待执行。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同步的程式码，这个 sync， 所以这个会先被打印出来在这边。好，那我们今天同步的程式码执行完之后，我们会执行什么？微任务的部分。那微任务的部分又会分成像刚刚这边写的，先去执行跟 nestig 有关的 API，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会优先执行这个 tick 的输出在这边，然后再来就是下一个就是刚刚的 promise， 对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promise 给拿过来，然后打印出来，像这个样子。好，那基本上微任务就全部处理完了，因为我们的微任务跟前端一样，就是浏览器的部分一样，是一次会全部执行完的，然后再去执行下面的红任务。那这个红任务本身一次也只会执行一个，那刚好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所以就把它执行完就结束了，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整个答案的输出是对的 ，sync tick promise 还有 timeout。那这边也是一样，有没有 sync tick promise timeout？ 这个就是所谓的微任务的执行跟红任务的执行，在整个 Node.js 的事件循环里面，它是怎么样去跑出这样的一个顺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程式码执行的样子。一样跑一下，有没有？就是像这个样子，它就执行出来了。好，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刚才要提到的，就是说Node.js 里面比较特别的这个 nestig 它怎么样做处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set immediate 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et immediate， 它其实跟你如果 set out 写0的话，像这个地方它这里写了一个范例，执行时间如果是0的话，它们两个基本上是很像的行为。但是它的执行顺序是不固定的，为什么呢？这边我举例一下。其实事实上，你今天在Node.js 的主程序里面，你去写一个 set out， 然后 callback function 0的话，理论上它应该要在这个时候执行，对吧？因为我们刚才有看到整个 Node.js 的6个模块里面 ，timer 是会先执行的。但是，就像这边这个文章里面写的一样。有时候这个 set out 它实际上会被设为 immediate seconds，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去保证，就是说这个事件循环启动的时机点是它先，还是这个check 的阶段会先经过。因为如果今天它是 immediate second 的话，那有可能我在 immediate second 以内我就已经先抵达了 check 阶段，那是我这个 set immediate 的 callback 就应该要被优先执行，对吧？就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你是把 set out 设定成延迟时间是0的状况的话，它这个执行的顺序就是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就是说有可能是它先，也有可能是它先，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你今天是把它写在 IO 的 callback 里面的话，那基本上你可以知道说它的顺序就是固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个6个模块的执行顺序，先去执行 timer， 然后再执行到这一个破的阶段，就是这个 IO 事件的阶段。这个时候，像刚才的程式码，你把 set out 跟 set immediate 的 callback 都放进来，那下一个阶段执行什么？下一个阶段是执行 set immediate 的这样的一个 callback， 所以它是永远一定会先执行，然后后面才变 set out 的 callback， 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在整个 Node.js 里面的一个环境，我们在做事件循环的这个条件判断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第一个是这个 process nestig 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这个 set immediate 跟 set timeout， 如果你去设定它的延迟时间是0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做判断它的执行顺序？这个有可能会在面试里面出现一些像是这样的陷阱题，就大家可能要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那以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整个事件循环的概念。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作为面试官，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去问这个问题。好，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会比较直接的去问你这个事件循环的问题，就是说直接问你说这个事件循环它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你要怎么样去解释它？那基本上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先举那个麦当劳的例子，然后举完之后，这是整个非同步的状况，对吧？然后你去把它带入到事件循环的部分，就是说你知道在浏览器跟 Node.js 里面，它事件循环分别有什么样的区别，它的 API 有什么区别，然后事件循环里面又分成了红任务跟微任务，就是 micro task 跟 macro task。那这两个任务里面，它又包含了对应的哪些的 API？像比如说 micro task 微任务对应的就是 promise， 那这个红任务的部分就是对应 set timeout 或者说 set interval 这样的一个API。那基本上只要你能把这个介绍或者说解释很清楚的话，那这一关你就通过了。那但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面试题目其实会像是下面这个样子，就是直接丢给你一个程式码，然后要你去判断说它的执行顺序是什么。那基本上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面试官主要是想考验你的一个能力，就是第一个，你有没有可以去读程式码，然后预测结果，或者说在脑袋里面大概去想说，它的整体的输出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可能你用看程式码的方式，大概知道说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你知道它的结果会是什么，这是第一个要考验的能力。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它要考验你对于整个事件循环的机制的熟悉度，因为如果你今天不知道这一个执行顺序的话，像是微任务它是全部会清掉，但是红任务它一次只会清一个。如果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基础的话，你遇到这样的题目基本上就是会很容易挂掉。所以基本上你遇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练习，就是可能你花个1-2天的时间来给自己各式各样的题目，然后去练习说它整个执行顺序会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这堂课程就可以来看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执行顺序，我们来往下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应该会是这个 async await， 它这个部分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式码，但是大家常常有时候会去搞混这个 await 后面的这样的一个 promise， 它的执行时机点会是什么时候。像我今天在看这个程式码的时候，我会这样看，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把这个先删除。首先我们这个程式码也是一样，我们是由上往下执行，对吧？那基本上一开始就是宣告一个函数，一个 async 的函数，那这个 async 函数也还没有开始执行，所以我们就不理它。好，那我们走到这个 console log C 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先把 C 给 log 出来，所以第一个输出结果会是 C。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去执行 for 这个function，那这个 for function 大家会看到我们里面有一个 await， 那基本上在这个 await 的上面都会是同步的程式码，所以我们这个 A 也会被执行出来。但是到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遇到 await 之后啊，这个 await 以下的程式码会被当作 promise 里面的 len 丢到微任务里面等待执行，也就是说这个 console log B 会丢到微任务里面等待被执行。为什么？因为它在 await 底下，这个 await 底下，然后这个 await 后面又是一个 promise，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用 async function 的时候，它的执行时间点会是在上面这个是同步的程式码，但是下面的部分它是会被丢到micro task 里面去等待被执行的。好，那走完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再走到下一步，就是 D 的部分，所以我会把 D 给 log 出来，在这边。好，那我们同步的程式码执行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任务里面有内容，所以我们就把微任务给拿出来，然后输出结果。好，那这时候红任务里面没有东西，那整个事件循环就结束了，所以整个过程会是 CADB， 像这个样子 CADB。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跟async await 有关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在 async 的一个function里面，这个 await 以下的程式码是会被丢到 micro task 里面去等待被执行的，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比较复杂的内容，在这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范例。这个的话，其实基本上跟我们最一开始讲的那个内容有点像，但是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 set out 里面有多了一个 promise 的 resolve 的一个 API，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好，先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把这个删掉，然后把这个拉近一点，在这边。
好，一样，那我们程式码是由上往下执行的。那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 script star， 我们把它拉过来，然后在这个地方给秀出来这个 log 这边。好，那我们进到 set out 这个地方 ，set out 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我们会把这个 callback 有没有丢到红任务里面等待执行，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看到下一行，下一行是一个 promise， 它里面有一个 len， 有没有？所以这个 callback 我们会丢到什么？丢到为任务这边去等待被执行。那再来又是一个 promise， 所以一样，我们把这个丢进来，在这个地方。好，然后把它往下拉一下，不然空间好像不太够。然后再来我们又看到一个 set out， 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 set out 本身给丢到红任务里面等待被执行。好，我们看到一个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这个东西，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如果在前端浏览器执行的话，它的执行时间点会在整个为任务执行完之后去做处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搁置的放在这边好了。这是一个animation 的一个部分。好，那最后就是这个 script end， 所以我们把它放过来，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同步的程式码，我就把它 log 出来。好，那我们整个同步的程式码跑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任务里面有什么内容要被执行。首先会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 micro task 1跟2，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给执行完成，就把它给丢过来，像这个样子。好，那执行完之后，这个队列就被清空了。清空了之后，像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这里其实是有一个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的 callback 要去被执行，所以这个时候它就被触发，然后我们会把它给丢过来，像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呢，这个也被清空了，我们就回到红任务这边。红任务我们该第一个进来的是上面这个 callback， 那基本上我们会把这个 set out 1也执行一下，因为我们要执行这个 callback， 然后它就是会秀出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它会把一个 promise 给丢进来为任务这个地方。所以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事件循环的道理，就是红任务一次只会执行一个，所以我们把这个清掉之后，回头来看一下为任务里面有什么东西要被执行。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为任务里面有一个刚刚被丢进来的这个 task， 所以我会把它给复制过来，然后给秀出来。好，那最后我们这个也执行完成了，所以它会被去掉。那回到红任务这个地方，里面还有一个任务还没被执行，那就是一个 set out to 的一个 log， 然后把它 log 出来。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 console log 的内容。那我们来比对一下正确答案。这个地方是 star end， 然后 micro task 1、2，然后 RAF micro task 1、2 RAF 对，然后 set out 1，然后再来就是 inside 的这个 set out 在这边，然后最后是一个 set out to 在这个地方。好，那基本上答案就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面试的过程里面，其实有可能就是会遇到像这样的一个比较稍微复杂的题目，就是你第一眼看你可能会有点头痛的题目。但是你只要把整个事件循环里面的这3个部分给掌握了之后，那基本上这样的题目，你只要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由上往下，然后这样用画图的方式，在面试的时候把这个 callback 一个一个丢进来，那你最后也会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基本上这就是整个事件循环以及非同步的一个课程。那就像我一开始提到的，只要你要准备前端工程师的面试的话，基本上这个主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花比较多的心思来准备这整个事件循环以及非同步操作的这个面试题目，还有它这个面试里面的知识点，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程的内容，那就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一堂课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作用域的教学。那基本上这一堂课的教学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在面试里面遇到 JavaScript 作用域的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做回答，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作用域是什么。基本上作用域就是你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它很简单，它就是一个变数的活动范围。那基本上这个活动范围又被分成了3种不同的作用域。首先第一个是快捷的作用域，快捷的作用域就是你今天是用大方块把这个变数给包裹起来的这个区域，基本上这个活动范围就是变数可以活动的范围。那函数跟上面这个也是一样，只是你把它比较不一样的是你把它包在函数里面，也就是说你这个变数只能在函数里面被调用被使用。
那再就是全域的作用域，就是你今天如果把变数宣告在最外面，它不在函数里面，也不在任何会计的作用域里面，它就是一个全域，大家都可以调用的一个变数，所以它会被放在最外层的区域，这个就是全域的作用域。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码的范例，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发现，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是用会计的作用域的话，它是被放在这个大方块里面，对吧？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才可以调用它。如果你在外面调用它的话，它就会发现说，这个 x 是不存在的。好，那如果你今天是在 function 里面的话，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在 function 里面放这样的一个 y 变数，那你在外面想要调用它就调用不到，因为它被锁定在了里面这个范围里面。那 global 的话，其实就是因为你把变数宣告在最外面嘛，所以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调用到这样的一个变数的。那基本上我们这个作用域的问题啊，有时候很常会搭配 hoisting 这个地方的一个概念去一起被问出这些面试的问题。所以如果前面那个章节还没看到的话，大家可以拉回去看一下这个 hoisting 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它的一个3种最主要的作用域。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里讲到的是变数传递的2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在使用这样的一个作用域的 JavaScript 的作用域的概念里面的时候，也会提到就是说这样的变数我们会怎么样去做传递。基本上变数的传递方式就是只有2种，一种就是你如果是用基本型别，就是说像比如说 string 啊，或者说那个 numbers， 或者说 boolean 这种值去做传递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型别的传递。那如果你今天是传一个参考这个部分的话，你是用物件的方式去做传送的话，它这个传值的部分就是用参考的方式去做传值，像下面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是单纯把数字1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英文版的数字1传给 B 的话，你修改了 B，A 其实是不会被跟着修改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传递一个物件，你把它传递给 Object2 这个地方，如果 Object2 把 X 改了，那 Object1 的这个 X 也会变成2。为什么？因为对于物件本身来说，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它贴一个标签，贴一个东西在这个物件上面。那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值传给下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会把这个标签丢给他，那但是这个标签会指向原来这个物件。这个就是在物件传递的时候，他们是传递所谓叫 reference， 就是参考。这个参考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标签。但是如果是传值的话，传数字啊这种东西，它就是直接复制一份，然后传给 B， 像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去修改 B 的话，它是不会影响到 A 的这个部分。好，那这部分就是变数传递的2种方式。那基本上这个问题也会在面试里面比较常去询问，但是应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物件在传递的时候，它会不会是透过参考的方式去传？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会有点像是，他会给你看个程式码，然后问你说，这个东西用物件传递给另外一个变数的时候，我修改某一个值，那另外一个值会不会跟着被变动？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再来这个部分是 IIFE， 这个 IIFE 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现在应该比较少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技巧，但是它是一个蛮不错的技巧，在之前没有这么多模块化的一个基础的时候，很常来被解决所谓的模块化的问题。因为我如果今天去使用 IIFE 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保护里面的内容跟环境不会被外面的其他地方做污染，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一个类似像一个容器包住一个地方，它就是独立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跟其他环境互不相干。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有3个不一样的环境的话，那你就可以用3个 IIFE， 然后去区分开3个不一样的环境，大概像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它也会解决我们在面试里面很常被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典的 for 回圈问题。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讲解一下，就是说面试里面会怎么样去考这个问题。好，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面试题目的部分，在这个地方。好，那第一个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应该会搭配像 hoisting 的概念去做询问，就是问你说 let 跟 far 它是区别是什么。那如果今天你是想讲 hoisting 的方面也可以，那如果你想讲在环境这个地方的话，那也可以，就是作用域的部分。因为基本上let 跟 far 有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像这2个东西我们在前面那个 hoisting 的部分都有去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写在下面，但你上面去调用它的话，那 let 本身是会报错的，就是会因为它会进到那个 TDC 的时区，所以它就会变成说会报一个 reference 的 error。那如果今天是用 far 的话，因为它会提升，所以它会变得 undefined。但第3个是一个小重点，就是说 let 它本身它不会变成全域变数，它不会被挂在 Windows 上面，所以基本上这是它跟 far 有一个
本质上面的区别，所以大家要去特别注意一下。那再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基本上如果面试官要考作用域相关的问题的话，应该都会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程式码来询问说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程式码。首先，如果我们先不要看下面的解答，就是大家如果用一个比较直觉的方式去想的话，那肯定是会觉得说什么，这个 set out 最后 log 出来会是123， 0123，因为我复回圈会是从 I 变成0、1，然后2，然后3是不会 log 出来的，因为到3的时候这个复回圈就结束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会认为就是说，这个程式码最后的执行方式会是这个样子，就是最后跑出0、1、2，但实际状况怎么样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程式码里面，这个编辑器里面，然后去执行它。有没有？它最后是跑3个3，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地方的重点在于 far 这个变数，因为我们今天是用 far 的方式来宣告这个 i，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这个变数它并没有被捕获到一个自己独自的作用域里面，它是被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拉上来，然后放到这边，然后你今天是把 i 有没有变成0这种感觉。那这样的概念的话，就会变成说，你今天在执行 for 回圈的时候，你每次都 set out， 但是 set out 它是一个非同步的程式嘛，像我们上一个章节提到的，它是一个 event loop 里面会被放到红任务里面去执行的一个程式码，所以你今天执行了3次 set out， 它其实就是在你的同步程式码里面把 set out 这个东西放了3次到那个红任务里面，这个 callback 放到红任务里面。好，那这时候程式码不会执行，但是怎么样？在结束的时候，程式码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它的 i 已经变成3了，因为我们的 for 回圈会跑让 i 变成3，然后跳出这个 for 回圈。那这个时候我才去执行我们刚才放进这个红任务里面的这个 macro task 里面的这3个变数，那就会变成说这3个东西就是开始直接去把这个 console log 3给 log 出来，就大概就像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for 回圈它看似会去执行这个我们想要的012的结果，但实际上不会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有很多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首先我们今天讲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也不是说比较简单，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跟 IFB 去做结合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说既然我们每一次的这个 i 啊都是共用的，那我们要不就把这个环境给区隔开来，就是说我每一次都下一个 IFB 的函式，然后每一次都把 i 传进这个function里面，那这个function拿到这个 j 就是这个 i 嘛，但是因为每一次你都传它当下的状态进到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变成3个独立的 IFB， 每个 IFB 里面的这个 j 都是当下的那个数值，就是0跟1还有2，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把它放到这个程式码里面，然后来做执行，有没有？最后就变成012，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的执行的时候，它的结果是这个样子。我 i 变成0的时候，我就把0传进来，传到这个作用域里面。那这个作用域里面拿到的 j 就会是当下的那个数字，所以我到时候 log 出这个 j 之后，不管它这个 set out 的执行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它是在 macro task 那个时候也没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它拿到的 j 已经是当下我复制过来的一个 j 了，大概像这个样子。那基本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法是用 let， 为什么？因为 let 它本身是一个快捷作用域的一个变数宣告方式，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是用 let 来宣告的话，那你这个 i 本身就只会在这个范围独立形成一个作用域，所以这样就会变成说，我今天的 set out 它拿到 i 就是当下这个快捷作用域里面的这个 let i 的数值，所以它不会像这个 far 一样，它被提升到外面去，然后变成是一个全域的一个公用变数，那你最后才会拿到所谓的这个 i 的值会是等于3这个地方。那这地方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认为有一个第一个印象就是会觉得说它会是2，为什么？因为我 for 回圈跑到2之后，最后应该会是2，但其实应该是3，为什么？因为我们的 for 回圈最后都会跑最后一次，为什么？因为去完成这个条件判断，就是要满足这个条件才会跳出这个 for 回圈。那为什么要满足这个条件？就是因为这是它结束的那个结束的条件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今天 i 小于等于3，或者说这个是小于3的情况下，它就继续执行里面的 for 回圈。
但是它会加到让它等于3去跳出这个 for 回圈，所以当它跳出这个 for 回圈的时候，外面这个 i 就会已经变3了。这就是为什么后面它其实不是 log 数2，而是3的一个原因，大概像这个样子。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会说它是一个你可以用 let 去解决，是一个最简洁的一个做法。那基本上你在面试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把这2个解法都讲出来，然后就是可以顺便去解释，就是说你对于 let 这个变数的作用域的理解，还有就是说你对于 IFE 这个东西的理解是什么。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可以去理解它的本身的作用域的区别，然后比较清晰的告诉面试官你在这个题目里面的想法，基本上你这个题目就会通过了，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最后就是一个为什么要用 IFE 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基本上 IFE 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有几个好处，就是说它会保护里面的变数不会外面修改，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作用域，每一个都是新的作用域，那这样的话就互不干相干，也不会去互相干扰，那里面的变数就不会被其他地方给污染，大概像这个样子。那在之前的JavaScript 比较没有那种模块化的经验，没有那种模块化的功能，所以它在比较早期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码里面，它是可以让程式码更安全、更模组化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在现代 JavaScript， 我们已经有更好的一些模组化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个 IFE 目前可能大家在实务上面比较不常去用到，但它是理解作用域这个概念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题目，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作用域的面试教学，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要去跟面试官比较清晰的去表达自己对于作用域的一些想法，还有就是说我是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知识点。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要去特别练习这个 for 回圈的for 回圈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基本上是蛮高频率会在面试里面出现的，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那就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JavaScript 闭包的教学。那这一个闭包的教学基本上是会涵盖整个我们在面试里面整个闭包的概念要怎么样解释，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题目，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回答这个样子。那基本上闭包这个概念在前端的面试里面也是非常高频率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面试的时候比较很难去解释这个看起来有点抽象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最主要也是想要帮助大家，就是说在面试里面针对这个闭包必须要懂的概念，但是我们又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让面试官了解到你是真的去理解这样的概念，而不是说这东西太抽象了，然后也很难去做一些解释，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闭包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闭包的这些概念啊，我们有时候读过一遍之后还是会觉得好像有读跟没有读一样。那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一下程式码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地方是帮助大家去做笔记、做记忆。那我们实际上直接来理解说闭包它这个概念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基本上我们在使用闭包的时候，它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做法，就是我们建立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它会 return 一个 function， 让其他地方去调用它，就是说去创建这个里面的函数，然后里面的功能。但是重点是说在这个地方，大家只要在 function 里面看到它里面的变数有可能会被外面的其他地方调用的时候，那不一定要是 return， 它有可能里面写一个其他传一些像 setTimeout 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API， 它会需要传你的函数进去的时候，只要你符合一个原则，就是你在这个函数底下的变数，或者说任何一个内容，它是有可能会被其他地方给调用到的，那这时候闭包就产生了。所以其实基本上闭包的概念是说比较专业的名词是跟下面这个词法作用域有点像，但是它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大家可以去理解，就是说你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变数，它在任何一个地方被调用的时候，它都可以记得它当下的环境，然后去做操作，这个就是所谓的词法作用域。所以我们今天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回答的时候，比如说面试官问你说你知道闭包是什么吗？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回答，就是只要是在这个function里面宣告的变数，它在任何一个地方会调用，那就会产生所谓的闭包的特性，就是说它会记得它原本的定义，它原本的环境，身边的邻居有什么样的东西，它里面有哪些变数，这个地方只要不能够被其他地方做引用的话，那闭包的条件就成立了，
大概像这个样子。那如果你在面试中，它是可以让你去使用像比如这种白板的软体的话，或者说你们是一个现场面试，有一个白板在旁边，有纸笔在旁边，那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可以用把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程式码给写出来，然后就可以很好的去解释说这就是一个币包，那它为什么会满足币包的条件，去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其实在币包的使用上面，我们会觉得它其实真的很方便。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很常去使用像这样的方式去创建币包。那创建币包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有点像是一个工厂。那这个工厂定义了很多规范跟规则都是固定的，但是我却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调用这个 create counter 的一个function，然后去产生各种不一样的相互独立的环境。虽然它们都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但是它就像是一个工厂一样。所以基本上币包我们有时候也会被很常拿来做所谓的工厂模式的调用。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一个，如果你在面试里面，面试官问你说，你知道币包跟工厂函式工厂模式的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讲说，这个function它本身就像是一个工厂，像是一个设计图，它里面把所有的内容都规范好了。那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去调用这样的一个function的时候，它都会去建立相对应的一个产品出来。那这个产品都遵循着同一个工厂的同一个原则去建立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工厂模式的概念。好了，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基本上这个币包如果用不好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地雷，就是这个记忆体泄露的部分。这个地方我们来举几个记忆体泄露的例子。所谓的记忆体泄露，它听起来很恐怖，但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当你有一个function在执行完之后，你里面的内容它还是被其他地方在调用的话，那你那个地方如果其实也没在做什么事情，那这时候因为你还要去调用那个变数，这个变数就会一直存在在记忆体里面，但你实际上你并没有去用到它，那这时候就是所谓的记忆体泄露，就是有一个变数本身它不被用到了，但是它还存在于记忆体里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记忆体泄露的原理。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比较简单的范例，像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取得我们的这个 HTML 上面的结构的话，这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你去调用这样的一个function，它会把这个内容，就是说因为你要把这东西存进这个 cache 里面，那这个 cache 它本身是一个 function， 它会去读什么？它会去读这个 element 的 inner text， 所以就变成说，如果你今天这个 cache 本身它没有去使用到，然后你也没有去做处理的话，它这个HTML 的元素，它就会被一直记在这个 JavaScript 的记忆体里面，所以就变成说它没办法被自动回收。所以如果你今天不需要去使用它的话，你要去特别去把这个 cache 里面的值给释放出来，就把它写成 null， 然后让我们的 JavaScript 的这个 GC 就是自动垃圾回收的这个机制有办法判断说，这个东西是真的不会用到了，所以它就把它回收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跟 setTime有关的。基本上你在一个 function 里面调用 setTime 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个币包的特性。为什么？因为你在 setTime 里面，你会把一个 function 给传入进去。这个 function 本身只要有引用到外面这一层这个 CR_log 的这个地方的变数的话，它就会有产生就满足币包这个条件嘛。就像我们刚才前面一直提到的，只要你这个 function 里面的变数有被其他内容或者说其他地方的 function 给使用到的话，那它就会有币包这个特性给产生。那基本上因为这个 setTime 本身它要在10秒之后才执行，可是如果你今天这个 log 的 function 它执行完之后已经没有要做其他事情了，它这个很大的一个数据就会被因为要被 setTime 这里面的 callback 引用在10秒之后，所以它就会存在于记忆体10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它其实如果本身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据的话，那它就会造成所谓的记忆体泄露，因为你的函式已经执行完毕，但是你的这个 data 还会存在于这个记忆体里面大概10秒以上，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撰写一些币包程式码的时候，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的里面的变数有没有可能之后不会使用到了。如果不会使用到的话，我们要及时的把它给释放出来。好，那另外一个是一个币包上面的实务，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去做币包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币包这个概念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实务里面。基本上如果你在使用的这个前端框架是 React 的话，相信一定很常会使用到这样的一个 hook， 就这样的一个function。
叫 useState。那这个 useState 它其实就是币包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把这里面的 value 还有它的 function 都已经定义成是一个类似像工厂的概念。那我今天在每一个组件里面，我去调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去调用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只是说我传入的数值会不太一样。但是这两个useState 它的环境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它们虽然都是同一个工厂生产出来的函数，但是它们里面的变数都会独自再复制一份出来。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工厂函数，工厂模式跟我们实务在 React 里面，我们是怎么样去运用到币包的。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搭配像这样的举例的方式，就是说让面试官了解说，你是真的去理解说币包背后的概念是什么，以及说我们在现实当中真正工作上面是什么地方会用到币包。那基本上如果你能讲出这件事情，那其实是会对面试蛮加分的，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常见的面试题目。首先第一个比较直白的就是会直接问你说币包是什么，但老实说这个东西如果他是这样问的话，我们也很难去用口头解释说币包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直接把这个程式码给写出来，就是说不管用白板软体，或者说你是现场面试用纸笔，或者说现场的白板，你只要把这个简单的程式码写出来，然后去说跟面试官解释说这个变数因为会被其他地方引用调用到，所以说它会被币包给保存它所谓的词法作用域的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跟第二个这个问题一起做解释的，就是说你把这个程式码给写出来，然后去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变数本身是会被其他地方引用，然后再来就是说去解释说这个它的好处是什么。像我可以举例上面这个 React 的例子，然后让面试官更能去理解说OK 你是知道说这个币包它本身程式码是长什么样子，也知道它背后的概念，更知道说它在现实当中是怎么样去使用的。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它虽然看起来比较笼统一点，也比较抽象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方式，就是先把程式码写出来，然后搭配词法作用域的方式去做举例，然后最后根据我们工作上面现实上面会用到的一些功能，再去做第二次的举例。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很完美的去回答这样的一个币包的问题。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那如果他是特别去问你说词法作用域是什么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说词法作用域就是我今天这个币包所生产出来的function，不管你在哪里调用，它都可以记得它在工厂里面被定义的那个样子是什么，还有它身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这就是词法作用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在其他地方调用这个被生产出来的function，它不会根据当下你生产的使用这个function的地方产生任何变化，而是说它会去记得它把它生产出来的这个地方它里面的内容跟环境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词法作用域。好，那再来第三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搭配coding， 就是说我们在写程式码所去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问你说你要怎么样去用币包实作出私有的变数。那所谓私有的变数就是你今天会把一个变数给放在某一个范围里面，但是这个变数本身是不能被外面的人给访问的。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的例子，基本上这个 create secret 这个 function 它会去 create 一个 object， 这个 object 物件里面它只有两个 function， 第一个是 get， 第二个是 set， 但是你会没办法访问什么？没办法访问这个变数本身。这就做成了一个刚好这个问题想要问到的概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实作私有的变数。你只要有办法让这个变数变成是没办法给外面访问的话，那这就是一个私有的变数。所以我今天在调用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所产生一个 user 之后，这个 user 只会提供两个东西给我去调用，第一个是 get， 第二个是 set， 所以我访问不到这个变数。所以这个就是透过币包去实作一个私有变数的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所以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程式码去写出来给面试官去看，那基本上你这关就通过了。好，那基本上这个地方也会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方式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像如果你们今天去面试的职位是跟 React 相关的话，那面试官可能会除了去问你说这个 React 的一些相关问题，还有可能会用 useState 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去问你这个币包的知识。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是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解释说为什么币包它可以去记得每一次 hook 去调用里面的内容的值是什么。那这就关系到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词法作用域，因为我们这个 hook 本身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工厂的模式所产生出来的一个function，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工厂，它所生产出来的这个function，每一个都是他自己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他都会记得他当初这个工厂给他的规则是什么。这个是所谓的词法作用域，跟面试官如果用 React 的方式来问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问法。好，然后再来就是说，闭包可能会造成记忆体泄露的情境有哪些？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那几个方式。那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题目，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有可能会跟 HTML 上面的一些元素做一些互动，就是比如说我想要在某一个按钮上面加一个监听器。那这个监听器的本身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用 function 来做宣告，然后这个监听器本身你有传入一个 function， 这个 function 又刚好去把这个里面外面的这个数据给引用住了，去使用到这个数据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直没有把这个监听器里面的内容给取消掉的话，它就会一直被引用，那这个数据就会一直在存在于记忆体里面。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记忆体泄露的一个情境，就是说你全域绑定你去使用某一个当元素的内容，但是你没有把它释放掉，就是说这时候就会造成记忆体泄露。所以最正常的做法是，最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必须在某一个地方去使用 remove 这个 event listener 的一个 API， 把我们这一个function给移除掉，就是说把这个引用给移除掉。那这样的话，这里面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数据就可以很好的被JavaScript 的记忆体管理的工具去给回收掉，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单问工厂函式跟闭包的关联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特别去结合我们刚才上面所去讲到的这些所有东西，像词法作用域，或者说用闭包的一些简单的写法去跟面试官讲说，你对于这个function理解是什么，对于闭包的理解是什么，那它为什么会是一个工厂，就是因为它就像是一个设计图，它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这个设计图所产生对应的function来做调用，只是他们都会记得什么，记得当下他们生产出来的这个工厂里面给他们的规则，这个是所谓的工厂模式。所以回答这类的闭包问题，其实我们有一些很简单的流程可以去遵守。第一个就是我们去写出这个程式码，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一个闭包的程式码给写作出来。那写作出来之后，我们去解释所谓的词法作用域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带到所谓的工厂模式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然后最后就是搭配现实的举例，就是我们这个 React 的这个举例，就可以让面试官很清楚的了解说你是懂闭包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闭包在面试里面的一个解释过程以及讲解。那我们就下个课堂见，谢谢。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map 跟 set 资料结构的教学。那基本上在我们这个 JavaScript 的面试里面，也有时候会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map 跟 set 的一些应用，像比如说 map 跟 set 是什么，还有一些基本的用法，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原理。我们这些候选人是不是能对这些底层的一些知识是有了解的？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今天的教学最主要会涵盖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会先去介绍一些 map 还有 set 的一些基本用法，然后再来就是会去探讨一下另外两个 API 跟 map 跟 set 很像的，就是这个 weak map 还有这个 weak set 这两个不一样的 API， 它们是很像，但是它们的行为不太一样。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会针对一些面试的题目啊，还有一些内部的原理做一些介绍，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基本的 map 跟 set 这两个东西的用法。那相信大家在实务上面应该也蛮常会用到这两个 API， 那所以这边就先简单的大概讲一下这两个使用的一些时机点。首先，这个 map 的基本用法，我们会在使用它的时候，基本上会有点像是我们需要做一些类似分类的事情。像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一个 map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把它叫做是一个班级的 map。那我们可能这个班级的 map会以每个用户，应该说每一个同学作为所谓的 key， 就是说以同学为单位去做分类，像这个样子。然后假设我们现在有这三个同学，那这三个同学分别就是每一个所代表的 key。那我们可能每一个同学里面会有一些成绩，像比如说 Bruce 他有考了数学，那 Mike 可能考了数学跟国文 Chinese 这个地方，然后 John 这边可能考了英文而已，所以这边可能就是 EN， 像这个样子。每一个
同学在这个 map 里面啊，它都有分别自己的内容，然后我都用这个名字作为 key 去做一个分类。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在使用 map 的时候，这是 key 的部分，然后这是 value 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些需要去做一些针对这个 key 值做一些分类的场景的话，那我们就会用 map 来做处理。那有时候也很容易去做一些像比如说筛选一些重复的重复的资料，或者说我今天想要把一些 key 是一样的，但是资料是不一样的东西归类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就会使用 class map 这样的一个 API 来处理像这样的一个数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去使用 set 的话，这个 set 的用法就稍微比较不一样。基本上如果我们今天是使用 set 的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会希望这一个集合里面所有的数据它都是唯一的，就是它是不重复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用 set 这样的一个 API 来达成这样的应用场景。像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这个，我举个例子，像你有一个资料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数字，那你这个数字有可能会有重复的，像比如说2个1 3个2，或者说4个4这种感觉。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把它做一个去重的话，那我们就是直接把它用一个 new set 去把它给宣告起来就可以了，就像是在这个样子。所以做一个范例，假设我今天有一个 array 是这个样子，那里面我们来给一些重复的内容，然后这个时候有没有像这个地方 AI 已经跟我们讲了，我们可以用 new set 的方式去把这个 ARR 给放进来。那放进来之后，这里面得到的答案就会是这个内容，我们去把它印出来，有没有？这个4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在用 set 的时候，会除了把它当做是一个类似 map 的用法，就是如果我今天要去查一些东西是不是已经在存在于里面，或者说不是在里面的这样的用法，或者说我们今天如果只是要做去重的话，我们也可以用 set 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来做处理。好，那接下来可能是大家比较不常用到的2个东西，就是这个 weak map 还有这个 weak set。这个 weak set 跟这个 weak map 它们跟原本的这个 map 跟 set 这2个东西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里面的有3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第一个是它只允许以物件作为它的 key， 还有它的那个 value 像这个样子，然后它不会阻止垃圾回收器来回收它们的里面的内容，它们的一些值，也就是说它们的那个如果这个数据是存在于记忆体里面，它会随着一段时间之后被回收掉，像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没有像 size 还有一些可以去便利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 API，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使用 set 还有 map 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 for each 啊，或者说一些便利的 API 去便利我们这整个阵列里面的内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使用这2个 API 的话，那是没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好，那我们第2个部分会是它这里的重点，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样的范例，会帮助大家比较更好的去理解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实际的用途会有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以下这个范例。基本上，我们这样的范例会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用这样的一个 API？ 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网页上面的小游戏，这个小游戏是你不会换页，但是你可能会这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物件，然后破下一关、下一关、下一关这个样子。那如果今天呢，你在使用这样的一个 API 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先去从 document 里面去把这个 div 给拉下来。那拉下来之后，你会去设定，就是说这一个游戏里面的暂存资料是什么。像比如说我这个 div 它的暂存资料是这几个宝石、金币跟武器。像这是英文版的，那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英文版的。那基本上这个部分，如果我用这样的一个 div 的物件来做我们这样的 key 的话，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角色已经进到下一关了，那我进到下一关之后，是我上一关的资料就不需要再继续存在我的这个 cache 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跑到100关，可是我现在只专注于在第100关的时候，可是我前面99关的资料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必要了。像比如这里有一些资料是跟用户的记录比较没有关系的，就当下可能一些比较随机的数字，像比如说这个可能某一个攻击是攻击到哪一个点位，然后某一个角色是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数据。那如果我们是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 map 来做存取，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这一个 map 它会持续的去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肥，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数据会不断的增长下去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如果希望它在进到下一关的时候，同时也把前一关的这些数据
没必要的数据给释放掉的话，我们就会用 weak map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像这个时候我们以这个 object 作为它这样的 key， 然后这样的一个 value， 这么一来的话，我今天进到下一关，我这样的一个div 的内容，我只要把它 remove 掉，它这里面的 map 里面的内容也会跟着被清掉。这个就是我们会去使用这个 weak map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它里面的数据会随着你这个引用消失之后，自动的被清除掉。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暂存资料会自动的被这个 JavaScript 的回收机制给回收掉的话，那我们就会用这个 weak map 的一个API 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基本上这就是前面有加 weak 的这样的一个 API 跟原本这个没有加 weak 的 API， 它最重要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今天你在面试里面遇到像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去解释你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你要怎么样去选择2个不同的 API 来应用，虽然它们的名称看起来很像，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另外一个面试里面比较常，也应该是说只要被问到跟 map 还有 set 比较深层的原理的时候，一定会去询问，就是说它里面的 hash table 的一个原理。这个 hash table 的原理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去询问，就是说面试官可能会想要去知道，就是说你对于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里面的原本的样子是长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理解？像比如说我们 map 跟 set 里面，它是怎么样去处理 key 这个地方的重点，就是说它要怎么样去真正把这个 key 对上某一个 value， 然后让我们在去调用数据的时候是可以很快的，就是知道说这样的一个数值是多少，我们为什么丢了 key 进去，我就会拿到对应的 value， 像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这背后的原理是一个叫做 hash table 的一个原理。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地方，下面有一个范例，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这地方到时候大家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这个图。基本上这个 hash table 的一个原理就是说，我们在存储这样的一个数据到我们这个 map 或 set 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 key 值去判断，就是说它应该要把这样的数据存在于里面的哪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这整个资料结构背后有一个桶子，有一个 bucket， 这个桶子里面有分好几个，就像一个档案柜，我一个档案柜可能有分成好几个不一样可以放资料的地方，但是我要怎么样知道我的哪一个资料要放到哪一个档案柜里面，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机制叫做 hash function， 这个 hash function 就是你今天传入你的 key 的时候啊，它会针对你这个 key， 透过它内部所实现的这样的一个 hash function， 去针对这个字串 hash 出一个对应的标签，这个标签就会对应到里面的这个档案柜所在的位置。那基本上这个 hash function 就会是关键，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实现这样的一个 hash map 的一个功能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一个键，应该说一个 key， 尽量就对到一个 value。那我今天在找档案输入就会变得比较快嘛，对不对？就是我今天可能只要输入某一个人的 key， 我就知道说，这个档案放在什么地方，而且里面没有其他的档案，所以就是这一个。这样的话，这样效率会是最高的。所以整个 hash map 里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啊，在实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 hash map 本身的 get， 也就是说这个取得数据的这样的一个 API， 它的访问时间是尽可能越短越好。那希望把它控制在 O1 的一个 big O 里面，这个 big O 是在这个地方，这个 O1 的意思。这个 O1 的意思呢，大家如果对于 big O 是不熟悉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大概简单的讲解一下。所谓的 big O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去读取这个资料的时候，我只需要读取常数的时间轴，就是说我今天可能只需要读取一次，或者说读取100次，但是这100次都是固定的，就是我可能读了10000次，但这10000次里面的每一个功能我只需要读100次，这种常数是固定的读取次数的话，我们都会把它称为 O1。这 O1 的意思就代表说，它顾名思义就是你取得这个数据只需要一次的操作，那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所以我们今天在实做这个 hash map 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原理就是我们希望 key 丢进去，我们这个 name 丢进来的时候，可以马上找到我所存在的这个值是存在于哪个档案柜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 hash table 的一个原理。那它的一个实现原理背后所要求的就是说，这个 hash function 是必须要尽可能的可以创造唯一的值，就是说
我希望我每一个不同的 key 丢进来之后所产生的 hash 的值都会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今天是一样的 key 的话，那就当然是一样的那个 hash 值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例外，像比如说如果你的 hash function 设计的不是很好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你丢3种不一样的 key 进来，你所得到最后的这个标签都会是一样的。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效果呢？就会说会有一个碰撞的效果。这个碰撞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 key 不一样，但是你最后的 hash 的值是一样的时候，就发生了碰撞。那碰撞的话，基本上你会在这个档案柜里面产生一个类似阵列，就是说应该是说是一个 link list， 一个链接的一个资料结构。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阵列，它就是一直往后去把整个数据给加上去。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有很多的 key 都不小心把这个标签都对应到这个3的标签里面，那我是这里面就会放很多很多的资料。那这时候如果我只想要找其中一个资料的时候，那就有可能假设这里面已经有100个资料了，但是刚好我要找的那个资料是在最后面，那是不是我就要从第一个翻到第100个？而且如果这个 hash function 设计的不好的话，那我可能未来在把数据存进来的时候，有可能它又碰撞了，所以我这个东西会无限的增长下去，我这个档案柜基本上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说没有办法实现像我们要求的这样的一个 hash table 很高效的一个搜寻的时间复杂度，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啊，如果有面试官问你到关于 map 背后的这样的一个 hash table 的实现原理，它的重点是什么？你可以很简单的把这个图给画出来。那基本上其实重点会是在于这个 hash function， 这 hash function 本身就应该是要把每一个 key 对应的出来 hash 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值，也就是说档案柜的标签应该尽可能都是不一样的。那这样不一样的情况下是为了什么？为了避免发生所谓的碰撞。因为碰撞的状况下，我们有可能会把我们的查询时间从 O1 降到 ON， 降到 ON 的意思就是说，我原本可能只需要一次的查询就可以查询到我这样的内容，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档案柜的标签都不一样嘛，但是如果今天发生了频繁的碰撞，那是不是所有的档案柜、所有的数据都会被放进同一个档案柜里面？这样的话，其实我有100个数据进到我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的档案柜里面，就会有100个数据存在于这样的一个标签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失去了所谓的hash map 的一个查取效率的一个优势，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重点会是在这个 hash function。那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当然不必要去特别讲出这样的一个 hash function 的实现逻辑，但是最主要是要把这整个 hash table 的原理给解释出来，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一个地方，在这一边这是基本用法，跟我们刚才讲到的 weak map。还有 hash table， 然后最后就是面试官可能会问说，你这样的一个 map 还有 object， 它本身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在JavaScript 里面，我们可能可以写 map， 也可以直接用 object 的方式来做 key 跟 value 的这样的一个对应，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表格。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会需要去很频繁的增加、删除还有修改资料的话，那以效能上面来讲，用 map 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尽可能越快的去找到你某一个数据的话，那 object 可能会是更好的。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应用，像比如说，如果今天想要取得像 map 这样的一个大小的话，这个 size 本身是有 API 是直接帮你计算好的。但是你这个地方如果你是用 object 的话，那你需要手动的计算。像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这里有一个 object， 像这个样子，obj， 然后像这个样子，那我今天可能就要特别透过 object key 的 API， 然后去打它的长度出来，才可以知道说它里面有多少个物件，应该说多少个内容在这里面。但是 map 本身，我们可以直接用 map 的 API， 就是在这个地方，像比如说我 new map， 然后它里面其实有一个 map 点 size，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API 可以直接去取得它的一个里面的内容有多少，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今天在做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考量，就是说你是要以效能为优先，还是说你是要以在操作上面是比较好操作为优先去做使用。但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比较常去使用会是 map 这样的一个资料结构，因为我觉得它在撰写程式码上面，它的 API 的那些定义会比较清楚，让我的程式码变得比较简洁，然后大家也可能比较看得懂我程式码在写什么，大概像这个样子。那基本上还会再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再更深入的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他就问说，我今天在使用 set 的时候，当然我们上面提到就是我们在用 set 的时候可能会希望去做一个去重的动作，对吧？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数据里面有多余的东西，我们希望把它去掉重复的部分。那再更进一步的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说，他这样的一个比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他怎么样去比较，就是说他们是重复的，那他要怎么样去去除掉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这边可以回答，就是说它这里面的比较逻辑是像这样 object is 还有这个3个等于的混合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在 set 里面，它是把让这个值视作于本身，所以就像它的行为其实就跟 object is 一样，因为 object is 我们今天可以判断出这2个值是不是一样的嘛，对吧？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用加0或减0这样的逻辑，就不会是 object is 的逻辑，而是用3个等于的逻辑来做一个比较判断。所以其实基本上面试官可能会这样问你，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 set 里面已经有某一个值在里面，像比如说里面已经有5了，那我在存入5的时候，它是会怎么样做？它是会怎么样去做比较的？那这时候你可能会先回答它比较的部分是在这个样子去做比较，再来就是说它会判断比较之后就不塞入这样的一个数据。再往下看一下，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今天判断它是相等的话，你第2次再塞入这样的一个数据之后，它就不会把它添加进去了。所以这就是 set 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今天这个数据添加进来之后，只要判断这个 set 透过上面这个比较的逻辑去判断说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存在的话，它就不会再额外的重新再进行一次增加的动作。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在问map 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说在问 set 的问题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比较深入的去询问，就是说这个比较逻辑会是什么，以及说他在看到下一个一样的内容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什么，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常见的面试题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要怎么样去除阵列中重复的元素。基本上问题可能不会直接跟你讲说要怎么用 set， 而是有点像这个样子，跟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除阵列中的重复元素。那这个时候其实有蛮多种方式的，但是比较快的方式我们可能就是用 set 去做一个去重的动作，大概像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像我们刚才提到也有提到，就是说 map 跟 object 的主要区别，就是说为什么要选择使用 map 跟使用 object。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上面提供的这个表去做简单的回答，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考虑的是效能，那你可能就是会使用 map 的部分，但是如果你今天单纯只是要记录数据的话，那可能用 object 会比较快。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我可能会想要让我的程式码的阅读性变得更高一点，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使用 map 来处理一些数据结构上面的问题。像别人在看我的程式码的时候，很简单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地方原来是要增加资料，这个地方原来是要删除资料，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第3个问题。这第3个问题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会是大家在面试里面真的会比较难去回答的问题，但大家如果去搭配像我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游戏的例子，这个小游戏应用的例子，就可以很清楚的去介绍，就是说他们2个的区别是什么。像我们如果光用读的话，我们会知道就是说 weak map 还有一般的 map， 它里面的区别就是只允许物件当做它的 key 跟 values， 然后它不会阻止垃圾回收去回收它们的里面的数据。那这个讲都讲得出来，但是其实很抽象，对吧？但是如果你搭配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就是说，哦，原来是有点类似像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希望有一些不重要的数据，随着我们的游戏的物件在网页上面消失之后，也跟着自动消失。这个就是我们去使用 Wake Map 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举例，这样的话也可以让你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的抽象。这样的话面试官也可以知道说，哦，你原来是懂这样的一个知识点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再来就是第4题，这个 hash table 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询问 map 的问题的时候，也会去询问我们的候选人，就是说你对于 map 的资料结构的理解是什么。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这里面的重点就是，如果你可以讲出这个 hash function 的实现原理，那当然更好。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这里面有一个 hash function， 那这里面的重点是我们要避免碰撞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一旦碰撞的频繁发生，都会让我们的整个查询效率变得非常非常低。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它会从 Big O 的 O1 降低成 ON，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 hash function 的设计
很不优良的话，就会变成说你每一次 key 计算出来的这个标签都会对应到重复的档案柜。这样的话，我的资料基本上就跟我直接存储在阵列里面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在考这个 map 的一个实现原理的话，不是要你写出程式码，而是要让你懂这里面背后的概念是什么。那基本上就像是这个样子。那底下程式码就是可以帮助各位去做判断跟学习，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最后的第5题。那其实基本上这个第5题就像是我们刚才提到最后的部分，就是 set 它要去怎么样去重复处理，应该说处理重复遇到的这个数据。那它内部的机制是什么？其实基本上它内部的机制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它是有点类似 object is 跟3个等于的一个重点。那它今天在做比较的时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做比较。那如果比较说是一样的呢，它就基本上是会不直接不去添加这样的一个数据，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比较简单，就是问说，如果今天 set 在处理重复的数值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做处理？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它不会再把后面看到一模一样的数据给重复添加进去这个资料结构里面。然后它背后的比较原理就会是我们刚才提到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原理，在这一个地方，这个比较逻辑。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map 还有 set 资料结构的章节。那大家可以再去多复习一下这个，我觉得重点应该会是在 hash table 这个地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weak map 跟 map 本身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还有应用场景是什么。我觉得这2个地方会是大家可以去重点复习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那就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一个章节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JS New 原型链还有 Class 的一个面试教学。那在这个教学里面，我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首先第一个会先跟大家讲解所谓建构函数跟 Class 语法的区别，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去解释所谓的 Prototype 还有这个 Proto 它们2个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原型链的解析。然后再来就是说会去教学所谓的私有变数的实作原理，就是说闭包怎么样实现私有变数。然后在 ES6 以后，我们这个 class 本身要怎么样去实现私有变数，然后最后是带大家来看过一遍面试常见的一些关于原型链的题目。好啦，首先我们先来从这个建构函数还有 class 本身来做讲解。那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其实有分成2种不一样来构建物件的写法。首先第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用function的方式来做处理，就是说像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希望去做一个物件的构建函数，那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会这样写说，一个 function 里面，我会去定义它的 name 有什么，然后它的 age 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会去定义它的 prototype 是什么，然后当然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 prototype， 但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建立一些共用的方法的时候会用到一个方式，那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介绍。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去模拟一些 static， 就是静态方法的一个方式，就是这是有关所谓的工厂设计模式，然后大家也会特别去讲到。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去 new 这个function的方式，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个 new 的关键字，然后再来就是调用这个function，然后去构建我们这个物件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原本在做 JavaScript 里面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构建物件出来的一个方式，就是去写一个构建函数，然后去定义所需要的设计图里面的内容，然后透过这个设计图去把我们的物件给生产出来。那在 ES6 之后啊，其实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有一个比较接近 OOP， 就是物件导向的一个写法。那这个写法本身是用 class 本身，这个 class 在 JavaScript 里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class， 就像是其他语言，像比如说 Java 或者说 Python 里面，你需要用 class 的语法，它就真的是在那个语言本身，它就有一个 class 的一个宣告方式。但是在 JavaScript 里面 ，class 本身它只是一个语法堂，它背后也是会被解析成像是上面这种 function 的宣告方式。但是这个 class 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在写程式码的时候，可以用更接近这种物件导向的理念去构建你的程式码，然后让你的程式码更好的去维护，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说，首先你会在这个地方看到，我们一样也可以定义所谓的 prototype 的一个方法，
然后也可以去定义一个静态的方法。只是我们在 class 里面会比较直觉的是，我们把一开始初始化的内容放在我们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这 constructor 本身就会是等同于我们这个function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要定义这个物件本身要拥有什么样的属性，或者说内容，你都会把它写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定义一些共通的方法，这个共通方法的共通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会介绍。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会把它写成像是在这个 class 底下去定义方法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static， 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工厂模式的方法的话，那基本上你也会用到 static 的这个关键字，但它背后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 function 本身直接做一个点的一个宣告方式。因为其实基本上 function 本身它也是一个物件，只要是任何是物件的东西，在 JavaScript 里面都可以用这种点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内容给定义进去。就像是如果我今天有一个物件长这个样子，那我一样也可以用很简单的这个 obj 点叉叉等于123，这样把我们的内容给定义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把这个内容给打印出来，就会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在 function 也是可以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的。像比如说我这边定义一个 function， 然后我这边写一个 person， 那我在这个 person 底下去定义所谓的 hello 会等于某一个 function。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去把这个 person 的 hello 直接给打印出来，在这一边，那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个内容有没有？它是一个匿名的function，因为我这边没有宣告名字，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可以在function里面做这样的一个操作。那这个操作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后面来慢慢聊一下。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先跟大家去展示，就是说所谓的 class 的写法跟这个 function 的写法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应该说两个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写法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去说这个 class 本身是一个新的程式语法，它本身是一个语法堂而已，只是说最后它会帮你转换成原本这个function的样子，只是让你在我们在程式码在维护或者说在开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所谓的 OOP 的物件导向原则去开发你所谓的程式码，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以上是我们这个 class 的一个撰写方法跟 function 里面的对比起来，它会是长什么样子？那我们现在来深入来了解一下所谓的 prototype 还有这个 static 的 function 分别是在做什么事情。那在开始讲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 prototype 这个原型链的一些简单的基础。好，那我们在这个相信很多人在面试里面会遇到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原型链的问题，很多地方会搞得比较混乱。就是说我们这个原型链本身有这种 proto， 也有这个 prototype， 那这两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一个非常简单可以去理解的东西。我在这边画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 prototype 你可以理解成它是只有 function 才有的东西，这个是 prototype。那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个 proto 本身呢，它是物件 object 物件才有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理解就是说 function 有 prototype， 但是物件本身有 proto， 那物件本身是没有这个 prototype 的一个关键词。那这两种关键词它都有它的主要的用处。像我们来看一下，对于 prototype 来说，在 function 里面我们会这样用它，我们会这样去写它。这样写它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在定义一个设计图的时候，我除了去定义这个物件本身，它在被建立被 new 的时候，它的内容物会有什么之外，也去定义它的原型有什么东西。这个原型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我这个物件本身里面没有定义任何内容，但是我这个设计图的原型有去设计这样的一个方法，它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访问到这个方法。那这个听起来会比较抽象，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实际的例子，大概在这个地方。像我今天比如说我写了一个 dog 的 function 在这个地方 dog， 然后这个 dog function 会长什么样子呢？会长成像是这个样子，就是 function 然后 dog 然后一个大括号，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内容，像比如说这个 name 的部分，我把它定义成外面传进来的 name， 那这个 name 我会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dog 的 function。 好，那这个时候啊，我今天如果用 new 的方式把这个 dog new 出一个物件，就会像这个样子。像我这里有一个 dog 1等于 new， 然后 dog
这样，然后我这边可能会随便放一个名字，比如说我的D1 这个样子。好，那我今天会产生一个什么？我会利用这个设计图，这个function这个所谓的构建函数这个设计图，去产生出用 new 这个关键字产生出什么？产生出我们这个物件。我把它画在这个地方，这个物件，然后这个叫 D1。好，那 D1 本身呢，它是一个物件之外，它还会有什么？它会有原型链，它会有这个 proto。这个 proto 本身的关键字就是 D1 proto。D1 点 proto， 它其实相当于会把这个 D1 连到什么？连到这个 dog 的 prototype 上面。dog 这里有一个 prototype， 我把这边加一下，因为我刚才说到每一个函数本身都会有 prototype。那这个 prototype 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说我今天这个function本身啊，如果我要给它新增一个原型方法，就是说我这个 D1 它是一个新的物件嘛，那它最原始的状态，最原型的状态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hello， 像比如说这里写个 dog， 然后 prototype， 我这边好像写错，直接复制过来，这边改一下 prototype。好 ，prototype 点这个，比如说它会 hello 好了，这地方我写一个 function， 然后我这个地方是 console log， 然后我这边是 in 自己的名称点 name in 这个样子。好，那我这样定义之后啊，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个物件本身啊，它这个 proto 会连到这个 prototype， 所以如果我去这样执行，我去执行 D1 点 hello， 它是会有东西的。为什么？因为我今天这个 dog1， 即便我这个 function 本身它的内容并没有去定义说它会有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会有这个 hello 的 function， 它只有定义说它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因为我在这个 dog 本身的 prototype 去加上这个 hello， 所以 D1 本身它从出生，就是它从被建立的那一刻起，它就有了跟 dog 这个设计图的关联。这之间的关联就是它会连到它的 prototype， 然后这个 prototype 本身，如果你从这上面去定义方法起来，它会有点像是被共用的感觉，它会直接传到这个 D1 本身。所以 D1 在做的事情就是说 ，D1 它去呼叫这个 hello 的 function 的时候，首先它会先看一下 D1 这个物件里面有没有 hello 这个 function。但是你看一下 D1 本身只有 name 对吧？所以没有，那它就会往它的 prototype 去找，所以它会遵循这个 proto 的原则，找到它的 prototype， 然后找到 prototype 之后，它会进来这个 prototype 里面看一下，里面有一个 hello function， 好，那这个就是我要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实际的范例。我今天如果把这个 dog 给写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去建立第一个 dog1， 那这个 dog1 本身你会看到这个它的 property 属性是 name， 但是同样我可以呼叫到什么？呼叫到 hello， 因为这个 hello 本身它就是存在于 prototype 里面的方法。那即便我今天这个东西没有宣告在这个 dog 里面，它也可以被直接访问到。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prototype 里面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原型链里面啊 ，prototype 所做的事情就是让 function 本身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定义所谓的共用方法。共用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再去生成另外一个物件叫做 dog2， 那我 dog2 一样也可以去访问到 hello。为什么？因为我这个 dog2 也是一样连到这个大的这个 dog 里面的 prototype， 所以这个 dog1 跟 dog2 都是去连到这个 prototype 它里面的这个 hello function。所以我今天执行他们的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叫我是 dog1， 一个叫我是 dog2， 但是他们并没有各自在每一个物件里面的实体都去生成对应的方法，都是去共用同一个 prototype 里面的这个方法。这样的好处就是，如果我今天在很多地方去建立了这个 dog 的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里面本身并没有包含这个函式，所以他们都是共用同一个函式嘛。那这样你们在记忆体里面的开销会大幅的减少，因为比起你在每一个内容里面去写这样的一个 list 点 hello 点 function 之外，更好的是你直接把它写在 prototype 上面，这样所有的物件都只会，如果你有100个物件都是由这个 dog 给建立出来，那他们都只会共用到一个方法上面。但是如果你把它写在这里面，
你建立100个 dog 物件，那就会出现100个 hello function， 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 prototype 在这个应该说在这个原型链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在 function 的这一层。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 proto 所指的就是当你这个物件被生成之后，它要怎么样去找到它的 prototype，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函式。所以你会看到啊，我今天这个 D1， 我把这个先删掉 ，dog1 的 prototype， 应该说 proto， 它会等于它的 prototype。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判断，这结果是 true， 对不对？因为我这个 dog 的 proto 它会指向 dog 的 prototype， 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原型链的概念，就是说我今天用 D1， 我这个过程啊，去寻找我的原型的过程，我会用 proto 来做寻找。好，那我到 dog 之后，我一样也可以往上找。我在往上找之后，我最后会找到什么？我最后会找到 object 本身，因为 object 是所有JavaScript 里面物件的根本。那这个根本上面，它其实也还可以再往上找，只是你找了之后会变什么？它会变成 null。所以我们今天在写整个，应该说我们在解释面试里面原型链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它真的就是一条链。然后这个链的搜寻过程是，你被弄成一个物件，你被生成一个物件之后，你会透过 proto 这个关键字，不断的去寻找它的上一层是什么。它的上一层又是什么？然后最后都会跑到这个 object 这个地方来，因为万物都是 object。然后这个 object 本身，它上面就会是 null， 因为它已经是应该说是整个金字塔上面的顶端了，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面试里面去解释这样的一个 proto 还有 prototype 的一个知识点的话，你可以让面试官知道，就是说这个 prototype 本身是给 function 去定义所谓的内容是什么，它这个设计图里面的规范是什么。那这个 object 本身才拥有这样的一个 proto function，proto 的一个属性值。那这个 proto 的属性值是帮助我这个物件去寻找它的原型是什么，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所谓这个 prototype 还有这个 proto 的解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static 的方法。这个 static 的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在看它背后原理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它在 function 上面直接挂了一个函式。那这个跟这个 prototype 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基本上这个 prototype 的区别是我今天 new 出来的这个物件本身会有 introduce， 就是说 prototype 底下的这个 function 的内容，我可以去调用它。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写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这样的物件上面，比如说我写 dog， 然后一样我给它一个 static function， 然后这里是会帮我去建立一个 dog， 然后是一个匿名的狗狗这个样子。但是我 dog1 本身它是访问不到这个 function， 因为它这个 function 本身是指它是只有在被定义在这个 function 底下，因为我们 function 其实本身也是物件的一种，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定义。那我们今天在使用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时候会这样使用，就是我今天可能会有一个 a dog 等于 dog 直接去 create 这个 anonymous 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og 本身就是一个 anonymous， 就匿名的 dog。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今天啊在看这个 class 的时候，你看我们的 class 会直接写 static 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今天可以定义，就是说我这个工厂，就是我这个设计图本身，我定义了名字，我定义了年龄。你如果今天要建立物件，建立你自己客制化的物件，你就用我这个设计图建立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想要用我原厂的一些预设的建立方式，像比如说你要批量生产一些匿名的物件，那我提供一个方法，让你可以批量的很快的去生产匿名的物件。所以对于我这种开发者来讲，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 class， 我要去使用它的时候，如果今天是比较朝向我自己客制化，我想要去定义我自己的名字，我自己定义我自己的年龄，那我会选择用 new 的方式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物件。但是我如果今天只是在游戏里面，我要去建立各式各样的 NPC， 他们都是匿名的，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也不需要去调用到 new 这样的一个函式，我直接去调用这个 class 本身就提供好帮我包装好了一个原生应该说预设的方法，去快速的建立出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想要去定义这样的一个匿名的内容的话，我要这样写，就是说我可能我的 dog1 应该说我的 a dog， 这个我先把它注解起来
，adog 它会等于 new， 然后 anonymous， 然后我的 bdog 应该说 adog 1好了 ，adog 1跟 adog 2， 我要再写一个 anonymous，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写一个 anonymous。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不小心这个时候加了一个 s， 或者说这个地方我不小心多写了一个 c， 那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这个物件我要建立100多个到这个 const， 然后 dog 100，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可能中间会出差错，就是说我这个里面内容会很难维护，然后每个地方都写同样的一个程式码，其实可维护性也降低蛮多的。但是如果我今天直接写了一个 static 的方法，我直接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 adog， 然后 adog 2， 然后 adog 3， 然后再 adog 4。这时候我不用担心什么，我不用担心里面的内容会报错，就是说我不用担心我这个参数会给错，因为我是直接用它预设的方法。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今天在写这样的一个 static 的 function 的时候啊，我最注重的是它这个预设的行为会是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设计这样的一个设计图，这样的一个函式，大概像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在 function 写法是直接挂在这个 person 底下，就是说这个 function 本身底下。那如果你今天是用 class 的写法，那你可以直接加一个 static 的关键字，然后去建立这样的方法都是可以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工厂模式里面的一个小技巧，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 class 本身就是一个工厂，然后你除了让你的用户可以客制化他自己本身想要生产出来的产品，你也可以提供一个原厂就有的预设方式，让他们去建立一个你已经定义好的标准模板所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在面试里面要去回答面试官所谓的这个 static 的静态方法的问题的话，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在这一个地方，像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 prototype 本身啊，它是可以被 proto 找到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在比较现代 JavaScript 里面，我们这个 proto 本身已经被弃用了，它是比较你用这个方式还是可以找到它的上一层，它的原型是什么。但是更好的方式，更好的一个实作方式是用 object 本身里面有一个 get prototype of 的一个 function， 去把这个 object 里面的内容的原型给调用出来。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们两个的行为是差不多的，但是这样的方式是更安全的，大家可以这样理解。然后再来就是说，它除了提供这个 get 的方法之外，还有 set， 你可以针对某一个物件强制的去替代它的 prototype。所以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这个 dog 本身啊，我生产出来的一只 dog， 我想要把它套用到什么？我想把它套用到人上面的 prototype， 我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函式，直接把它的那个原型给设置上去。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今天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物件，就是说我今天除了用 new 的方式来建立物件之外，我还可以用 object create 的方式去建立一个新的物件，然后同时也可以指定什么？指定它的 prototype。所以我们可以面试里面如果遇到就是说问你说，如果你除了用 new 的方式有没有方法去建立物件的话，那是有的。除了用 create 的方式，也可以用像比如说更直接的方式，就是说我这个 const obj 直接去指定一个新的物件，这就是一个很直白去创建物件的方式。然后你可以透过什么？透过这个 set prototype of 的方式去设定这个 obj 物件的原型。所以像这个样子，我今天 obj set prototype of 这个地方，我去把 prototype 的这个内容定义成 dog 的 prototype， 所以我的 obj 本身也拥有了什么？拥有了 hello 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有没有 ？I am undefined， 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物件本身里面没有 name，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去把 name 给打上去，这个时候比如说打 Bruce， 然后有没有？就是 I am Bruce。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注意，就是说我们去建立物件的方式，并不是只有 new 这种方式，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object create。还有说，就是我们直接去宣告，然后设定它的 prototype 的方式，去把这个内容给建立出来，把这个物件给建立出来。好，然后最后就是说，跟大家去讨论一下这个私有变数的一个实作方式跟原理。那基本上我们在有 class 的这个私有变数的宣告方式之前，我们要去宣告一个简单的私有变数的话，我们会用闭包的方式去宣告。为什么？因为其实闭包本身，你可以透过词法作用域的一个特性，把一个变数牢牢的记在这一个 function 里面，然后透过里面的一些公开方法，你可以去让外面访问到里面的内容。基本上这是一个私有变数的一个实现过程。那
如果我今天是在写所谓的 class 的话，我们在 ES2022 之后，它有一个私有变数的一个比较直接的实现方法，就是用这个井字号搭配这个变数名称，就可以实作一个私有变数的一个内容。所以这个是我们在2022年之后，应该说 ES2022 的标准之后，有一个比较直觉，然后更完整的方式、更直接的方式去实作这个私有变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开发上面有需要去实作这样的一个私有变数的话，会比较推荐用 class 的方式去撰写，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这个原型链常见的面试题目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在面试里面可能会问到，就是说 new 这个关键字它做了什么样的事情，请你去描述它的一个执行过程。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刚才上面学到的这个 object 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方法，然后来模拟整个 new 去建立一个物件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有把程式码给打出来，在这边。如果我今天要去建立一个 new 的函式，首先我第一个函数的接受的参数，我会定义成是一个 constructor， 这 constructor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function， 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会再去内部里面去调用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然后搭配第二个参数是剩下的这个值，它的要传进来的传参这些值，然后再把它放进来。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会用 object create 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物件，但这个物件的本身 prototype 是来自于这个 function 里面的 prototype，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result 是我今天直接去执行这个 function 本身的传进来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 function 本身我可以调用这个 apply 就是指定说它的 list 得是谁。那这个地方我会传入第一个，就是说我希望这个 list 是这个物件本身，然后再就是说剩下的参数是后面传进来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结果，我这里去调用它这个 function， 直接执行它，然后得到这个结果。好，那第三点就是说我会去看一下，如果它本身这个结果这个 function 它已经 return 一个物件了，就是说如果这个 list name 底下还写一个 return blah blah blah， 这个地方我可以直接把它 return 作为这个 result。然后如果它今天本身没有这样一个 return 的话，那我就把我刚刚建立的这个物件给丢回去，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用 object 的一些 API 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模拟这个物件 new 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在面试的话，你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比如说你直接写这个程式码，或者说用讲解的方式去把它写出来的话，那其实基本上这个题目你会回答的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去提一些跟 proto 还有这个 prototype 之间的一些关系，像比如说你可以知道说，你可以提说你知道这个 prototype 本身是只有方法，就是说函数本身才有的一个API， 然后这个部分它是用来定义所谓的共用的一些函数，然后在这个 prototype 属性上面，那 proto 本身就是物件在去查找它的一个 prototype 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参数，但是这边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说现在已经不建议使用这样的一个 API。比较建议的是使用我们这个 object， 我刚才提供的这个 object get 的一个方式去取得我们这个 prototype， 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就是说这个 prototype 跟 proto 本身的区别是什么。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像照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只要去回答这个 prototype 是函式才有的一个特性，然后 proto 是所有物件都有的，但是它会指向这个构造函数的 prototype。所以你只要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然后讲解这个部分，然后最好是你可以提出一些范例，像比如说你提出这个我们这个 dog 这样的范例，那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问题，这个 ES6 里面 class 跟传统的这个建构函数本身有什么不同。那其实这里也有提到，就是说它本质上它只是一个 class， 只是一个语法堂，它的底层机制并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在程式码开发上面，其实会有一些内容是可以去比较的。像第一个，如果我今天用 class 的写法，它是一个更清晰直观，而且比较物件导向的风格。但是 function 的写法就是看你今天整个专案的一个配合。像比如说，如果你是比较偏向 functional programming 的一个写法的话，那其实我今天用 function 的写法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提升的部分，就是我们第一个章节所提到的那个 hoisting 的一个行为。首先 class 本身是不会被提升的，这个要特别注意，有可能也会出现在 hoisting 里面的那个面试里面，
但是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它是不会被提升。那函数本身，像我们之前提到，函数本身是可以被提升的，所以在程式码撰写里面，它的顺序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继承所谓的这个其他的 class， 那这个部分我可以直接使用 extends 的关键字，是比较简洁而且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如果是 function 的方式的话，你可能要透过手动去设置原型链的方式去设置，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个 object 去 set 这个 prototype 的方式，我们才可以去实做类似这个继承的一个动作。所以其实从程式码上面来看会稍微复杂一点。那静态方法的话，其实两个都算蛮简单的，但是你说整个class 的名称写起来的一个在观感上面也是会比较直觉，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比较多这种物件导向风格的设计的话，也是会比较推荐用 class 的写法。那私有属性的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在function里面我们只能用闭包的方式来做模拟，但是在 class 里面其实是有真正的私有属性，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说兼容性的部分，那兼容性的部分这边要特别考虑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生产的产品，你要生产出来的软体网页，它本身需要考虑到像很旧的那种浏览器的资源，那这个时候就不太适合使用 class 的写法。但是其实基本上啊，我觉得在现在2025年这种比较现代的一个开发环境，只要不是那种要支援那种比较旧的浏览器的话，那基本上你是可以直接使用 class 的写法，应该都已经被支援的差不多了。那function的写法其实基本上不用多说，就是全面支持，然后兼容性是非常好的，大概像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你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啊，去把整个 class 还有就是说 function 的写法用比如说白板啊，或者说其他一个你们如果有在用 Google Meeting 这种投影的方式，可以去把这样的程式码打在你的编辑器上面，会比较好的去解释说，这个你所了解的概念是什么。那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打出来的话，那你的原型链跟这个 class 还有 function 构造函数的一个问题，就我认为基本上是会通过的，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JavaScript 里面原型链还有 class 跟 new 的一个面试题目的介绍。然后这个介绍里面其实比较涵盖比较多的地方是在讲解这个 class 跟宣告方式，还有这个构造函数本身的它的对比是什么，然后还有说 prototype 跟这个 proto 属性它的区别是什么。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可能去多复习一点，然后搞清楚这个原理是什么，这样面试时候去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不用特别去害怕。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这个私有变数的一个实现过程，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new 的关键字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堂课程的教学，那就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一堂课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里面我认为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面试的环节，就是 list 这个关键字的深入解析。那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最主要会去介绍所谓的 list 这个关键字它的行为是什么。因为基本上你只要去参加任何一个前端工程师的面试，那基本上 list 这个问题是我认为 90% 应该会被问到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这个教学里面会特别先去针对 list 的一个5种绑定规则去做讲解，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会针对每一个绑定规则，然后去特别讲说它这个 list 会指向什么地方，基本上就是去涵盖所有跟 list 有关的一些变化题目的内容。然后再来就是说最后也会去介绍所谓的这个常见面试题目里面，像比如说为什么要去判断这个 list 的顺序，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这个 call apply 还有这个 bind 它的差异跟使用场景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还有就是说用比较直觉的方式，就是说去判断我们这个程式码本身它的 list 会指向什么地方。那这个也是面试里面会蛮常被问到的一种方式，就是面试官直接丢程式码给你，然后要你去判断说这个 list 它本身会执行出来的结果会是什么。好，那首先我们先从这个5个绑定规则去做讲解。那基本上 list 里面有被分成这5种绑定规则。第一种是预设的绑定，就是说你这个 list 是指向全域的物件，像比如说 global 啊，或者说一些比较全域的环境，它是预设绑定的一个行为。那再来就是说第二个是一个隐含的绑定，也就是说你今天是它作为物件方法调用的时候，也就是说今天这个 list 本身它是属于你调用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它出自于哪个物件。我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我今天这里有一个物件本身，它叫 obj， 那假设这个 obj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做 hello hello。好，那这个时候啊 ，object 本身它就是这个 hello 的 list， 所以今天谁调用这个 function， 那这个 function 的 list 就会是谁，这个就是所谓的隐含绑定。那显示绑定的本身就是你今天除了隐含绑定之外，你还特别去使用 call 或者说 apply， 还有像 bind 这样的一个 API 去明确的指定这个 function 在执行的时候，它的 list 的值得是谁，这个时候就是显示的一个绑定。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今天去使用 new 建立物件的时候，像我们上个章节提到的，如果你去使用 class 或者说不是 class 就是构造函数这个 function 这个 constructor 的一个方式去建立物件的时候，里面的 list 会指向新建立的这个物件的实体，大概像这个样子。然后再来最后就是所谓的箭头函式的绑定，因为我们箭头函式本身它没有自己的 list， 它跟一般的function不一样，但是它使用的是什么？它是使用你当下定义它的那个外层作用域的 list。所以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程式码的范例。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预设绑定。其实预设绑定本身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定一个function在这个最外层啊，就是说整个程式码的最外层，那其实基本上它的 list 就是去绑定这个全域环境，就是 global 或者说 window， 取决于你的这个function是定义在 Node.js 环境还是浏览器的环境。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严格模式的状况底下，它是会把整个 list 的内容变成 undefined， 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程式码的题目里面，可能面试题目里面会特别用这个方式去考你，就是说它所 log 出来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基本上你可以理解，就是说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你这个function在执行的时候，谁点它，谁就是那个 list。那你看这个function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人点它？那这个时候基本上你就观察一下，它的 list 通常都会是 window 或 global， 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隐含绑定，隐含绑定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状况。我今天宣告一个物件，在这个地方，我宣告了物件起来之后，我这个内容，我这个 function， 这个打招呼的 function， 它有写所谓的 list。这个 list 本身啊，它会根据什么？根据你去调用的这个 function 的物件是谁，然后去把这个 list 的内容给秀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你今天是调用 use 然后 greet 的一个 function 的话，它会把这个 Bruce 还有这个年龄给打出来。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用 user profile 去秀 title 的一个方式的话，我的 title 是 developer， 这个地方的话你会看到为什么？因为我这个 profile 本身去调用这个 show title 的时候，这个 profile 是这个物件本身，所以你今天去看谁点这个 function， 它的 list 就是谁，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这个是所谓的隐含绑定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显示绑定。显示绑定其实就更直觉一点，就是说我今天可以直接透过用指定的方式来指定说这个 list 是谁。那基本上 call 跟这个 apply 他们两个的行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是区别在于你在用 call 的时候，你的参数是一个一个传进去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apply 的话，你的参数可以用阵列的方式传进去。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这个参数是动态的，然后又很大坨的话，那你可以用 apply 的方式来使用这样的一个 API。那如果只是有几个的话，那基本上固定的几个就用 call 来使用就好了。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比较特别的是 bind， 像我们这个 call 跟 apply 本身，它是直接去执行这个 introduce 这个 function 本身。但是如果我今天是用 bind 的话，你会发现这个 bind 它是会 return 一个新的 function， 从此之后这个 function 的 list 就是会指向这个物件。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今天在调用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像我刚才有提到一个原则嘛，你今天谁指定它，应该说谁点它来那个调用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谁就是它的 list。像上面这个 global 也是一样，但是这个时候是一个例外。如果有用过 bind 之后，它就会被指向它被 bind 的这个物件，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再就是说，你这个function本身就是像这个样子，去把 list 的一点出来，然后这个 list 是在执行的时候才去决定说它的这个 list 的物件是谁。好，那在 new 里面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建立一个物件的过程啊，我要创立一个新的物件，然后我要把这个物件里面的，应该说这个function里面的 list 去调用到用这个新的物件，然后调用这个新的function，然后把这个构造函数的function的内容给灌入到这个物件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把新建立的物件定义成这个 list 的内容，像是下面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如果写一个 function 的话，相信大家在我们前一个这个 class 的教学里面也会看到我们这个 new 的过程。它 new 的过程就是我今天建立一个新的物件，然后再把这个物件中间做一个 apply 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点回去这里，然后切成中英版，好，往下看一下。在这一边，我们整个 new 的过程啊，它是有一个什么 apply 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今天去 apply 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新建立的物件给指定成，应该说这个 function 这个构造函数的 function 本身在执行的时候，这个物件会是我新建立的这个物件。这个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在这个 new 的过程里面，这个所谓的 list 是这样被指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new 绑定的一个方式。好，我们来接下来再往下看一下。然后再就是说第5种的重点就是我们这个箭头函式的绑定。那这个箭头函式的绑定，大家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箭头函式虽然它是一个 function， 但是这个 arrow function 它跟一般的那一种 function 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箭头函式它没有自己的 list， 所以它今天会捕获你在定义这个箭头函式的那个作用域底下的外面那一层的 list。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用传统的方式来定义 function 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这个传统方式来定义 function 的时候，我的这个 list 是取决于谁调用这个 function。但是你这个 arrow method 这个地方，你的 list 本身是已经被绑死的，被绑死到这个 Bruce 身上，因为你在定义的时候就决定了你的 list 会指向谁。这个是它跟一般的函式最大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在使用这样的一个 set timeout 的时候，也会发现我的这个 list 本身会指向 obj。 为什么？因为我在 set timeout 里面我已经把这个 list 给绑定了。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去使用这样的一个arrow function， 然后来做这样的处理的时候，大家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 function 本身啊，它是会根据它当下我在创建的时候，它所定义到的那个环境是什么，然后去定义说这个 list 的内容是会指向谁。这个地方大家不小心我这个地方讲错了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 arrow function 它不是定位到这个 name 本身，它是定位到更外面的这个上一层的环境。因为这个作用域本身它并不是被这个 object 给限制住了，是跳脱到外面这个 global 的地方。所以如果你今天去使用这个 regular 的一个 function 的话，你去调用这个 Bruce， 它会是显示这个 object 里面的 Bruce。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直接去调用这个 delay 的这个打招呼的一个 function 的话，它这个地方因为你这个 set timeout 本身啊，你的上一层的作用域是在这个 object 里面，所以它会直接把你这个 Bruce 给 log 出来，大概像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这个 arrow function， 你用 code 的这个 API 去把它调用起来的话，基本上它也是不会有影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本身 arrow function 本身它是不会被这个 code 本身去做影响的，它还是会绑死在它当下定义的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list 是谁。那基本上你这个在定义的时候，因为它作用域是在 Windows 跟 Global 这个地方，所以它的内容会是 undefined。因为我在 Global 跟那个 Windows 底下是不会有这个 name 的这个属性的，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解决 list 绑定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 class 里面，我希望所有的物件在建立的时候，它这个 increment 的 function 它的 list 永远都指向这个 class 本身的话，那我们就会在这个里面去定义，就是说这个 increment 的 function 它会去 bind 当下这个 list 是谁。所以你外面在调用这个 increment 的 function 的时候，它脱离物件也可以正常的工作，大概像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今天也可以用箭头函式来做直接绑定，有没有？我今天在使用箭头函式的时候，它会去锁定这个 class 的作用域。那这个时候，它的 list 就会是这里面的这个 count 的 list。那这也会是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写法，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另外一种比较简单的解法就是，你今天可以在定义这个function的时候，把这个 list 给保存在一个变数里面，然后你再把这个变数传到下面这个地方，弄一个闭包的特性，然后这个闭包的特性可以帮助你保存你当下在调用这个function 的时候里面的 list。那这个时候你不管到这个function内部的哪一个function里面，它被传入到哪个地方，它永远都会带这个变数。这个时候它的 list 是不会跑掉的，因为它本身这个时候它并不是一个 list， 而是一个外面你已经在定义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list 给变成一个变数。那这时候你变数所存取的内容就会是当下你在定义这个范围里面的 list， 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去锁定我们这个 list 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让它我们在整个function在传递的过程里面，让这个 list 因为被不同的人执行的时候所产生这种跑掉的状况，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大家听到这个地方，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面试问题，可能都是会绕在我们要怎么去判断 list 的，应该说我在执行function的时候，这个 list 本身会是谁，去围绕做展开。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见的面试题目。好，那首先我们这个 list 的关键字的值是怎么样决定的？有可能会去问你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它的顺序？那其实基本上它有一个优先顺序，就是说最高优先级的基本上会是用箭头函式。基本上你只要使用箭头函式，你这里所定义的 list 是不会被其他地方给覆盖掉了。然后其次就是说，如果你有用 new 的一个方式来构建一个物件的话，那它的 list 也会预设指向这个新创建的物件实例。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你用 call 或 apply 还有 bind 的方法，你可以强制的把 list 的一个内容给转移到你所指定的那个物件上面。但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它是一个箭头函式，它本身是因为它优先级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说是不会生效的，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去注意一下。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用隐式的方式去调用这样的一个物件的时候，它会根据你调用的物件，你调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的物件，去指向这个 list 的对象。然后再就是说，如果是普通函式的调用的话，在非严格模式底下，这个 list 会指向 global 或者说 window 这样的一个物件。那如果是在严格模式底下，会是 undefined。好了，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有程式码的范例，大家可以去复制贴上到自己的编辑器里面，大家看一下结果。基本上就是会用这样的一个程式码的方式，在面试的时候去询问大家说，这个 list 本身它的指向会是谁。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很好的判断，就是第一个是你阅读程式码的能力，第二个就是说你对于 list 的理解的深度有到什么地方。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基本上这个 call 跟 apply 还有这个 bind 的差异，也是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使用 call 跟 apply 的一个区别，基本上是只有它的传入参数的方式有区别，其他是没有区别的。那 bind 本身它是会返回一个新的 function， 但是不会立即执行，这地方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说，第三个问题是，箭头函式跟一般的函式在 list 绑定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其实基本上这个地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箭头函式本身它并没有自己的 list， 所以它会继承定义时外部环境的那个范围里面的 list。那箭头函式的 list 是固定的，所以你也不能透过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call、apply 还有 bind 的方法去做改变。那一般的函式的 list 值是取决于你所谓的调用方式，你可以通过如果你不做任何的绑定，那就是你今天谁是物件本身，谁去调用这个function，那这个物件本身就是这个function的 list。如果你今天是直接去用 call 或者 apply 的方式，你也可以特别去指定说一般的 function 它的 list 得是谁。那如果你今天是用箭头函式的方式的话，那基本上你这个箭头函式本身，它就会指定什么？指定你这个当下定义的外层的那个范围，像这个。它的外层范围什么？它的 list 就会指向这个物件，这个 object， 因为它被定义在 setIO 里面的第二层的这个箭头函式里面，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在这个最后，也不是最后，这个第四个问题，这个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在 class 里面去使用箭头函式的优缺点会是什么？其实基本上优点就是它会自动绑定 list， 所以它的行为上面会更像其他物件导向的语言一样。
像我们今天如果是在写 Java 或者说 Python 的时候，它的 class 的那个 list 就是真的是直接去对应到这个 class 在宣告本身的 list。但是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这个 list 是动态调整的，就是说你今天是根据调用的时候去使用function的时候，才去动态的指定说这个 list 会是谁。那如果你今天使用自动绑定 list 的一个特性的话，你可以不用在构造函数里面去特别写这个 bind 的方法，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一个 class 的定义。但是如果今天你的缺点会是变成就是说，你如果每个实例都要创造一个新的函数，它可能会影响性能。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这个 class 本身被应用到了很多地方，然后同时也创建了很多实体，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性能上面的影响。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本身是不能使用 super 这个关键字，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箭头函数本身是不能被作为构造函数的，这个地方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地方其实有程式码的翻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是用 arrow function 的话，是可以这样直接这样写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调用的时候，里面有个 setIO， 它也是会去绑定，就是说这个我当下这个 class 的这个 list 是谁，那这个 seconds 就不会因为说我这个 setIO， 应该说这个 set interval， 它把这个 function callback 传给谁去执行的时候，让这个 list 给跑掉了。大概像这个样子。好，然后最后这个第5个问题就是一个，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它执行的结果会是什么。然后基本上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去考这个 list 相关的题目，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比较好的去考察整个候选人对于 list 它在程式码上面执行结果的一个判断。那基本上如果你遇到这种程式码题目，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第一个是你先讲这个执行内容是什么。然后你讲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补充一些你对于 list 的看法，像比如说你可以强调就是说 list 本身只要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它是根据物件谁去执行这个function，然后谁就是 list。但是如果你今天有用 bind 或 call 或 apply 这些 API 的话，它是会透过你指定的内容去做判断的。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稍微补充，就是如果是箭头函数本身的话，那你有没有用 call 跟 apply 跟 bind 这些方法都不重要，因为它是不会覆盖的。箭头函数本身会根据你当下定义的外面那一层的作用域去决定说它的 list 会是谁，大概像这个样子。好，我们来第一个来看一下。首先这个 object 的部分，因为我今天去用 object 去执行这个方法，所以理所当然谁执行这个方法，那谁就是 list， 那这 object 本身就会变成 list。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用 assign 的方式，就是说用变数去赋予到一个值上面的一个方式，我今天去执行的时候，我这个执行当下我没有用 apply， 也没有用箭头函数，也没有用 bind， 也没有用 call 这些方式，当下谁执行它，就是这个 window 这个环境，或者说 global 这个环境去执行它。那这里面如果没有 method 这个 API 的话，应该说没有这个 name 的这个 API 的话，那就会是 undefined， 因为 console log 输入这个 undefined， 这个 list 会是那当时他去执行的时候的全域的那个环境。好，然后再来是 setIO 的部分，其实这基本上 setIO 的部分也是他会把这个 function 丢给 window 这样的全域环境去执行，所以全域环境底下如果没有这个 name 的话，也会出差错。但是像我们刚才提到，如果你在 class 里面这样的内容里面去做 set interval 或 setIO 的一个 callback 的时候，你用箭头函数去定义的话，它就会记得这个你定义的时候这个 class 里面的 list 是谁，然后也不会因为它被丢到了 window 那个地方去执行的时候，而让这个 list 可以跑掉。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一个 arrow function 也是我们去处理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今天在这个物件里面去定义的一个 arrow function 是在这个方法里面的 setIO， 那这个 console log 所定义到的这个 list 的范围就会指向上一层这个地方，这个物件本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今天去执行这个 method 的时候，这个 arrow 会是去继承它的这个外部的这个 list， 所以也会理所当然去把这个 name 给 log 出来。然后再就是说是一个构造函数的应用，这个 constructor 的应用。这个 constructor 里面，我今天去指定这个 list 的时候，是我会在 new 的过程建立一个新的物件，然后以这个新的物件作为 list 本身去把 name 给带入进去。所以我今天如果去使用 person say hi 的时候，它会去 log 什么 ？log 出我这个物件底下的 name 的内容。但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我把它复制过来。如果我今天去把这个物件给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看
我这个地方用一个新的 test 去把这个 say hi 给放进去的话，然后执行，一样会变成 undefined。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在把这个 function 给传过去的时候，去执行这个 test 的时候，它一样，它是被 global 的环境给执行的，它并不是因为我这个有 new 过之后，它会永远的绑定在这个物件底下，并不会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陷阱题，大家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面试里面遇到这样的题目，你要特别去注意，就是如果没有用 bind， 没有用 call 或者 apply 或箭头函式的写法，基本上这个 list 都会跑掉，就取决于当下你去执行这个 list 的时候，它的对象是谁。那这个物件本身就是那个当下的 list。那么在执行这个 test 的时候，因为执行环境是这个 global 的环境，所以 global 就是它的 list。那 global 底下没有 name 这个变数，所以它就会出现 undefined 的值。这个地方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对于 list 的一个课程的讲解。那其实我觉得整个重点会是下面的这一个首先第一个是我们这个5种绑定规则的内容，那必须要去熟悉。然后再就是说你是要有办法去透过看的方式去阅读程式码，然后判断出 list 是谁。然后再就是说你要有办法去解释，就是说本身去解决 list 绑定的一些方法的优缺点。像比如说我今天在 class 里面，我去用箭头函式的优缺点就是那个样子嘛，就是说我今天用箭头函式可能会有一些记忆体上面的开销，但是优点就是我在开发的时候，它是不会，我不用担心它的历史会跑掉，会更贴近整个物件导向的开发原则。然后再就是说，你可能还可以去比较，就是说每一个 list 在使用的一个优先级别，像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个它的几个不同的优先级别在这个地方，这也可以特别去注意一下，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JavaScript 里面 list 关键字的一个教学。那这个教学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章节见。好，那接下来是这个 promise 还有 async await 在面试题目里面的教学。那在这个教学里面，我最主要也是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跟大家讲解 promise 在面试里面的一些概念，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回答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回答方式。那首先我们也会去介绍这个 promise 的基本概念，然后再来就是说也会去探讨说为什么会需要 promise 这样的一个 API，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去讲解 async await 的一个这个语法的一个优势，还有说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再就是说去介绍一些 promise 的一个静态方法。这些静态方法是我们在实务上面的不同应用场景的时候会去应用不同的一些 API， 然后再就是说去介绍一下关于 promise 的一个常见的面试题目，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promise 的基本概念。那基本上我们要去先知道一点的概念是，面试的时候有可能会问你说，对于 promise 这个 API 本身，它的状态是什么？那其实基本上这里有一个很好回答的一个点，就是大家要记得 promise 本身它只会有一种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不可逆的。这个不可逆的意思就是说，当它完成了某一个状态，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都不能去回到上一个状态，也不能去切换状态。所以其实基本上 promise 的概念就是说，它会有这3种状态 pending， 还有就是说已经实现或者说已经拒绝。那基本上它只要变化了，它就不会再做变动了。然后每一次，应该说每一个当下都只会有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去回答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 promise 本身它只会有一种状态，要么是成功，要么是失败，不然就是等待中，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个地方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就是说promise 它是不会有同时有多种状态，它也是不能去回溯，就是说可能回到上一个状态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需要 promise 这样的一个 API。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面试题目，就是说针对每一个 API 去问你说为什么会需要它，然后去考察说你对于这样的 API 的使用是不是只是盲目的使用，还是说是有去理解背后的一些故事，还有说为什么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API 作为考量，然后才去决定说要不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API。好，那对于这个 promise 本身，我们为什么会需要它，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传统在做一个callback 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有可能我今天会需要去做一些非同步的一个动作，然后比较传统的方式是，我可能会在这个 API 里面，就是说某一个非同步的 API 里面去放入一个 callback 的 function， 那这个 callback function 会等到这个 API 去被触发的时候，它才会执行嘛。
那如果我今天有多个这样的一个 callback 的 API 我需要去执行，像比如说我第一个是做这样的事情，第二个是等第一件事情做完之后，第二个事情接着做，然后第三件事情是等着第二件事情完成之后才接着做，它有这样的一个顺序的一个特性。基本上我们在比较传统的写法，我们会写一个 callback， 然后里面再放一个 callback， 然后再放一个 callback， 这样的话就是有点像是层层的一层一层嵌套下去。那最后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很多的 callback， 就比如说你这样的一个动作有5、6次或者说7、8次，它是要按照顺序来完成的，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callback 地狱这样的概念。那 promise 本身就是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对比，就是这上面是一个很明显它在未来增长下去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难维护的程式码。那下面这个地方如果你用 promise 来完成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只需要去点这个 land 的 API， 然后一层一层的去调用它，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你的程式码的阅读起来程式码阅读起来也会比较干净跟整洁，然后再就是说它达到的效果也是跟上面一模一样的。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做 promise 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 callback 地狱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避免我们的程式码变得很难维护。然后再就是说我每一个内容我还可以去控制它的状态，像比如说它的状态可能是在 pending， 或者说已经完成了，或者说已经被拒绝了，那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promise 的一个 API 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其他的一些重点，就是像做一个总结，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回到地狱，然后就是说统一处理一些错误的处理，像我们可以用 catch 的方法来统一处理这个promise 里面的一些错误。然后再来就是说它是一个链式调用，就比起这样的一个传统回调方式，它这样的链式调用会是比较好的方式。然后再就是说 promise 的状态转换更符合我们的程式设计的一个直觉，所以就是说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去使用 promise 的一个理由。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在这个async await 的部分啊，其实基本上大家可以去理解，就是说async await 它本身也是去解决程式码在撰写上面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如果有很多的 promise 的 API 需要做处理，就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 promise 本身是叫do something 这个地方，那我可能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 API 也是 promise， 然后我希望它在点 land 之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用链式调用的方式，但有时候也是有可能会需要去用到像这种一层一层签到的方式去做那个呼叫这个 promise。那async await 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语法，应该说它并不是一个底层的语法，它是一个语法堂。这个语法堂本身就是说 async await 的function，它最后都会被转译成，就是说被编译成 promise。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写 async await 的时候，这个 function 本身它就是会 return 一个promise 的一个物件。那这个部分的程式码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比较详细来做讲解。只是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理解，就是说我们在写这样的一个程式码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像是在写同步的程式码。那这个时候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整个程式码的阅读性跟维护性，然后我们除错起来也会比较方便，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这个地方是 promise 的一些静态方法，就是说我们在使用 promise 的时候，其实除了在一般的使用方式之外，我们还会去运用它的一些它已经提供的一些 API。像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 fetch 的一个 API， 像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要 fetch 这个 user 的 data， 还有就是说这个列表的 data， 或者说这个贴文的 data， 那我希望他们同时被做获取的话，那我可能就会用 promise all 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今天会把每一个 promise 都包在这个阵列里面，然后一次丢给这个 promise all 去做处理。但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 promise all 本身它的特性是它会等待全部的 promise 执行完成，但是如果里面有任何一个 promise 失败，就是说发生意外的话，它整个操作就会是失败的。但如果你今天希望什么？如果你今天希望是所有的 promise 都要被等待完成，然后你最后要返回每一个 promise 的结果跟状态的话，那你要用到的就是这个 API。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是让他们去做竞争，就是说你今天可能有3个 API， 那你希望取最快的那一个，那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去使用这个 race 的 API。 那这地方要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 race 的 API 本身它是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会返回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需要去返回第一个成功的 promise 结果的话，那只有在全部都失败的时候才会拒绝的状况下，
那你就可以用 any 的一个 API 来做这样的处理。好，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再去使用这个 Promise 静态方法的一个主要的应用方式。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常见的面试题目。好，那首先第一个这个常见的面试题目，基本上就像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面试官可能会问你说，这个 Promise 的状态转换的规则是什么？那其实基本上你要回答到一个重点，就是 Promise 本身它只会在同一时间只会有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不会再变化的，它是不可逆的。然后它只会有3种状态，第一个是 pending， 第二个是要么是成功，那要么就是失败。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答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安全通过的。好，那再来就是说，他可能会再问你一些对于 Promise O 跟 Promise REST 或者说其他 API 的对比的区别。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这4个是比较常见可能会被问到的题目，尤其是 Promise O， 甚至你有可能会被问到要怎么样去实做这样的一个 API。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教学怎么样去做一个 Promise O 的一个 API， 就是真的是从零然后写一个跟 Promise O 一样功能的 API。但实际上其实听起来很难，但其实不会到很困难。我们待会来做一个教学，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说把这个表格可能大概稍微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上面这个表格，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大概像这个样子。然后如果你觉得单纯去念这个 API 的话是会比较有点奇怪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准备不同的例子，像比如说你认为在 Promise O 是什么样的例子去应用的话，会是比较好解释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其他 API 分别用什么样的举例来举例这样的一个 API 应用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会蛮好去回答整个面试里面被问到这种问题的那种情况。好，那再就是说我们这个 Async Await 跟 Promise 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Async Await 本身它是一个 Promise 的一个语法堂。那为什么说是语法堂呢？我们来详细来看一下这个程式码的部分。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这边写了一个 Async 的 function。那这个 function 本身呢，它其实是等同于下面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上面写一个 async 的 function， 你 return 一个 hello 的字串，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相当于你去写一个一般的 function， 但是你去 return 一个 promise 点 resolve 的一个 hello 的这个字串。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理解，就是说 async await 的 function， 应该说这个 async 的 function， 它永远都会 return 一个 promise。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会提到，就是说 async await 它是一个promise 的一个语法堂，就是说它其实背后的原理是，它在被编译被执行的时候，它是会去 return 一个 promise 的。然后再就是说，你看你这边来调用这样的一个 example 的一个 API 的时候，它是回传什么？你 log 出来是一个 promise 的一个物件，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去注意一下，大概像是这个样子。那我今天去写 async await 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在这里面可以用 await 去 await 其他 promise 的一个 API， 然后做成什么样子？做成是一个连续去写同步程式码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两个的区别。首先，如果我们今天是传统的 promise 然后我可能要点 len 2次，然后再加一个 catch 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把它 return 出去。但是如果今天是写这个 async 的 function 的时候，我在处理的就会有点像是我在写同步的程式码，只是我 await 后面放的是什么？我放的是会 return promise 的 function。就是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在用 await 的时候，通常你后面会放的就是这个 function 它本身会 return 一个 promise， 然后让你去 resolve， 就是解出它里面的一个 value 一个值这个样子，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下执行，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基本上你最后去 return 的这个 data， 也就是说这个 fetch data 本身它 return 的这个 data 也是会 return 成一个 promise， 然后 resolve 的一个物件，然后最后你在外面在调用的时候也是一样要用非同步的方式去做这个调用。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写了一个这样的 API， 它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程式码在写非同步的程式码的时候，看起来像是在写同步的程式码。但我们不管是在除错上面，或者说在编写上面，都会是非常有效率，而且是非常直观的。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第4个问题，就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 Promise O。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面试题目，我自己个人在面试里面也蛮常会被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可能会要求你，首先第一个问你说 Promise 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再问你说你知道 Promise O 它的概念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会去请你实做 Promise O 的内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程式码本身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复杂，就是
当然它是加了注解，所以看起来很长，但实际上它有把握几个关键点的话，你会很好的去实作出来。那这个部分你可以自己再用电脑去多练习几遍。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讲解。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首先我们要先去理解，就是说 Promise All 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概念是，要么就是说你全部都要一起成功，要么就是只要其中一个失败，那我就要跟用户讲说，我这整个 Promise 都是失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程式码。首先我这边要去写一个 Promise 的一个function的话，我会希望什么？我会希望去接受一个阵列作为我的 input， 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promise。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基本上我把这个拉下来一点，这个 OK。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在做处理的时候，大家要去注意，就是说我这个 promise all 本身也是 return 一个全新的 promise， 我会去 new 一个 promise， 然后把这个 resolve 跟 reject 带进来。所以基本上我不是告诉外面什么，告诉外面说你要么就是成功把所有的数据都拿到，要么就是会失败，其中一个失败我就告诉你直接失败。那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先去判断这个 array 本身它是不是一个promise 的 array， 也就是说它本身如果是不是 array 的东西的话，那我们要做一个判断，像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做完这个判断之后，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我们会去建立这两个东西，把它复制进来。这两个东西的用意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会用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一个阵列，为什么？因为我这个 promise 是一个阵列，它里面如果有3个 promise， 那我实施这个 result 这个结果就要存储3个结果，然后最后我再用这个 resolve 我自己定义的这个新的 promise， 把整个结果给丢出去，让外面人去使用。那我要怎么样判断这件事情呢？就是说我可能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系，就是说来判断说有几个 promise 已经完成了。那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会去便利整个 promise array， 然后每一次只要有其中一个完成，我这个就加1，然后最后如果这个数字等于这个阵列本身的长度，那是代表说我所有的 promise 都执行完了。这时候就是一个我需要把这个 result 丢到外面去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程式码。好，那首先如果我们今天要再做一个我们要开始去执行这个 promise 之前，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如果这个 input 本身它是一个空 array，我们就可以直接去 resolve 这个 results， 因为本身如果是空 array 的话，那我们也一样就是去 return 一个空的阵列给外面就可以了。好，那这个时候啊，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去执行这个部分，我把它复制进来，大概像这个样子。好，这个地方我先把它拿掉。好，那大家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注意，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啊，它是一个 promise 的 for each。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拿到这个 input， 我会用 for each 的方式去把每一个 promise 都看过一遍。那我看过一遍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resolve 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我每个地方我会单独去写一个 promise resolve， 然后把这个 promise resolve 去 resolve 这个 promise 本身，然后再就是说我会用点 len 的方式，因为我今天可能我就把每一个 promise 都上一个 callback。这个 callback 是什么？就是说，只要你成功之后，你当下 index 是什么，我就把这个 index 放进这个 results 里面。所以如果因为我今天这个 promise 不一定是第一个先完成嘛，有可能第3个先完成，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去保证说，它的这个最后结果的顺序会等同于它传进来这个 promise 的顺序。我第一个 promise 就对应第一个结果，我第二个 promise 就对应着这个阵列里面第2个位置的结果，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用 index 来保证这个结果的顺序性。然后再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跑到点 len 这个地方，代表说这个 promise 已经完成，对吧？那只要这个 promise 本身完成，我们就把这个完成的变数去加1，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今天加1之后，它的数字等同于我这个传进来的 promise 的数量，那是等于说什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promise 都执行完成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去 resolve 这个 results， 直接丢给外面，这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成功的结果。那如果我们其中有某一个 API 只要发生报错，我们直接去调用这个 reject，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 promise 的这个 reject， 然后直接 reject error 跟外面讲说，其中一个报错了，所以我不会返回所有的结果给你了，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写完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你就很好的去定义了一个自己锁定的 API。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这样一步一步拆起来看，这个程式码本身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复杂，只是说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大概可能练习个3到5次，你就会对这个整个概念会比较熟悉一点。
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Promise 在 JavaScript 的一个面试的一个教学。然后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关于这个 Promise 的题目啊，基本上比较多是跟偏概念有关的一些题目，像比如说 Promise 的基本概念，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Promise 等等诸如此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实作题目，像这个 Promise O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实作题目，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务必要回去多练习这个地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Promise 的教学。那这个教学就到这边，那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个教学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里面深拷贝还有浅拷贝的一个面试的一个问题解析。那其实基本上我们在 JavaScript 的面试里面也是会蛮常去被问到关于比较逻辑。那如果之前已经被问过比较逻辑之后，可能更深入会去询问，就是说这个深拷贝还有说浅拷贝本身它的一个区别是什么。那一样我们也会先从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然后去做讲解，然后就是说会直接去讲解说深拷贝跟浅拷贝本身的一个区别是什么，然后再就是说会去看一下这个程式码本身怎么样去实现，然后我们平常在日常开发上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应用方式会是什么，然后再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面试的问题，然后怎么样去做解答，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如果我们去做一个复制的一个状况的话，大家可以理解成我们如果是一般的这种数字啊，或者说字串，或者说布林值，我们都是直接复制它的值。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写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比如说写一个 a 等于1，那这时候如果写 b 等于 a 的话，那这个地方它可以理解就是说，我在创建 b 的时候，它也帮整个 a 的值做一个复制的动作，丢进这个 b 里面。所以 a 跟 b 本身，它们两个虽然值是一样，都是1，但是它们本身应该说它们这两个值本身是完全不同，是两个被复制出来的一个值。但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物件的话，就是不一样的状况了。如果我们今天写一个 let arr 1 let 然后 arr 2等于 arr 1，这个时候它们的状态就不是复制了，这个地方的状态是把这个物件本身，这个阵列本身，因为它是物件嘛，只要是物件的话，它都会把它的参考传给这个 array2。我来画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如果今天如果写一个 array1 等于物件1，这个地方我再写一个 array2 等于 array1，它其实是会这个样子，就是我今天可能创立了一个 array 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空 array， 那我用 arr1 去指向它在这个地方。那当我今天把它赋予给 arr2 的时候，其实实际上它是也再把这个 arr2 也指向这个物件，等于说它们两个所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物件，但是对于这个值本身来说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是直接复制一个新的值，把 a 的值复制一遍直接丢给 b， 所以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值，虽然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这地方大家要去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在传这个物件的这个基本应该说物件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就有分成，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浅拷贝跟深拷贝。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希望我们是用复制的方式让它达成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假设我希望它变成是array1 还有这个 array2 分别去指向不一样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这边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要做两件事，应该说这两件事情择一件事情来做，要么是浅拷贝，要么就是深拷贝。那对应的英文就会是这个部分，要么是 shadow 的一个复制方式，在这个地方，要么就是 deep 比较深度的一个复制方式，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就是这两个的复制方式的区别在什么。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记忆，就是说这个浅拷贝的部分这个 shadow 的一个copy， 我们今天在使用的时候，它其实只是会复制第一层的值而已。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我今天这个 name 是可以被直接复制过去的，如果用这样的一个 object assign 的一个 API 的话，但是 info 里面本身它是
不会被复制过去，它会变成说他们还是传的它的对应的参考，所以它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去写这里面的确我有name 在这里面，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 name 在这里面，但是他们两个的这个第二个参数是这个 info， 它其实还是会指向什么？还是会指向同一个 info 在这个地方，像这个样子，它并不是完整的复制每一层给这两个那个变数本身，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复制。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做比较完整的复制的话，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做深拷贝。那这个深拷贝的方式的话，其实基本上我们有很多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用本身这个浏览器的 API， 但是这个地方要去注意我们这个浏览器的资源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简单，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方式，但这个其实本身使用上面是有一个限制的，我们后面也会介绍到。就是说，我们先把它转成字串，然后再把它转成这个 JSON 的物件。然后再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直接用一些第三方的 library， 像比如说这个 Lodash 本身就有去提供这样的一个 API， 也可以去做使用。然后再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写一个简单的 function， 但基本上这个简单的 function 在实务上面不太会去特别写这样的一个 function， 但是我们在面试里面可能就会特别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跟大家去询问，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深拷贝的一个理解是什么，然后看你可不可以去写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程式码，简单的程式码。因为其实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这样的开发里面，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边界条件其实是蛮多的，不会只有是物件还是说是 array 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它会是一个时间的物件，有可能它会是一个 symbol， 有可能它是会是一个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面试里面，如果面试官叫你去实做这样的一个deep clone 的一个 function 的话，那基本上他就只是想考察你对于阵列还有物件的这个深拷贝的一个知识点是到什么地方。那我们基本上只要把这个内容给实做出来就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特别去介绍这样的一个程式码的实作方式是怎么样去做实作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往下来看一下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些常见的面试题目。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会问你说前拷贝跟深拷贝的区别分别是什么。那这个回答就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今天在做前拷贝的话，那基本上就会像是这样的一个撰写方式，就是我今天去展开某一个物件，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新的物件去把它包裹起来，是没错，这样已经把它给复制一份新的过去了。但是你要记得，它只会复制第一层，所以就是说这个 name 会被重新复制一次，但是这个 info 本身还是会像这张图一样，它们指向同一个物件，这个就没有做到第二层的复制。那所谓的深拷贝的部分，就是能够做到第二层的复制，或第三层甚至第四层，就一路做到底，所以这个我们就叫做深拷贝。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深拷贝跟浅拷贝的区别。那再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建议直接去使用这个 JSON parse 还有这个 JSON 这个 stringify 的方式去做深拷贝？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去用这个把它转成字串，把物件转成字串的 API 的话，它本身会丢失一些变数。像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function， 它这个 function 会被丢失掉。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symbol 本身，它也会变成 undefined。然后如果是 undefined 本身 ，undefined 本身也会不见。然后再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时间的物件，这个 date 的物件，它最后也会变成字串。然后再来就是说，正则表达式会直接变成一个空物件。那这个 symbol 的 key 也会跟着被丢失。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深拷贝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要确定，就是说这个 object 本身里面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这样才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深拷贝。但是比较安全的方式还是什么？还是像我们刚才上面提到的，我们可以去使用浏览器的原生方法，或者说去使用 Lodash 的提供的这样的一个 API， 这样基本上是会是最稳定的。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实现一个深拷贝的函式？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深拷贝的一个实现。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基本上它会是一个递归的一个实现方式，就是说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它又调用了自己。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物件本身啊，它有可能会是一个 array， 或者说有可能是一个 object， 所以我们今天要判断什么？判断说如果它并不是一个 object， 或者说甚至是 null 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是其他的值，像比如说数字啊，或者说字串，或者说布林值。这个时候我们直接 return 掉，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直接结束执行了，就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这个更深入的拷贝，
因为我们只会针对物件本身。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比较针对 array 还有这个 object 本身去做声拷贝。好，然后再就是说我们第二行去判断什么？去判断说这个内容它既然不是数字，也不是字串，也不是布林值，也不是这些基本型别的话，那我们先判断它是 array 还是不是 array。如果是 array 的话，我今天先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就是我要 return 的这个新的物件，它要得是这个阵列，还是说它必须得是一个空的这个物件？然后再就是说我走一个 for each， 这个 for each 本身我会去便利整个物件里面的 key 是什么。那对于阵列来讲，它的 key 就是它的 index， 就是0123这个样子。那如果对于物件来讲，它的 key 就是它本身的自己的那个字串的 key。那我们会去判断，就是说，这个部分如果 object 本身有这样的 key 去做一个这样的判断，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内容去再次调用一下自己的这个程式码，然后存入到这个新的物件里面。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这样的阵列1、2、3，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执行结果是什么。首先，我今天可能把这个 OBJ 作为这样的阵列放进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先判断它是一个物件，对吧？所以我进到下一行。好，那这个时候判断什么 ？Kobe 本身它会变成一个 array， 它会变成一个 array， 像这个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会变成一个 array， 因为我们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array。好，那进到 for each 的部分，它会每一个便利过一次。那我们今天判断说，它只要这里面有存在这个值，它就进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会进到 deep clone。deep clone 我会传什么东西进去？我会传这个 object 的这个 key， 就是说当下去便利的这个值。我先便利到1，我就把1再丢进去，然后便利到2，我再把2丢进去。然后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先把1丢进去的时候，这个 deep clone 会再执行另外一次。那这一次去执行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因为是1嘛，数字1，所以它会直接 return 回去。那这时候我就 return 回来就结束了，然后就把它丢进 Kobe 里面的第0个位置。那走到2的时候，也是一样会去调用一下这个function，那一样做一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这边要调用自己的这个function呢？因为我们如果遇到某一个自己的值里面又是一个阵列，像比如说这个地方写一个1、2，那我这里面如果又有另外一个阵列，那是不是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首先我先第一层这样去便利，这个第一层就会有点像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二层是会去便利什么？第二层会去便利这个1、2，还有这个3，然后第三层会便利什么？会便利这个3本身。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说这是第一次执行这个 deep clone， 这边复制一下，然后这是第二次去执行这个 deep clone， 这第三次去执行这个 deep clone， 然后它分别每次丢进去的值会是一开始是这个完整的阵列，应该说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丢这个完整阵列进去，那在里面这个执行，它会丢这个阵列进去，然后这个第二层会丢什么？会丢这个3本身进去。那这个地方会丢什么？会丢3自己进去，然后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这个调用。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 if 嘛，就是说如果今天它不是一个阵列的话，它就会被 return 掉。所以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利用我们这个递归的函式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声拷贝的一个处理，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的话，我们最后拿到了这个 Kobe 的 function 就会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阵列的物件。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往下看一下另外一个比较例外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程式码，那有可能你的面试官会希望再更进一步的询问你其他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会想要知道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极限在什么地方。那他可能就会问你说，那我们一般在做这样的一个deep clone 的function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边界条件吗？那其实基本上，当然你可能在面试的时候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东西给讲出来，但是你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写 if 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要多加几条判断，就是说，要么是对时间的判断，要么就是对正则表达式的判断，要么就是说可能要对我们刚才上面这些提到的部分，像比如说它是一个 function， 你要做一个判断，大概像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一部分可能是不需要去写出来的，你只要去提到就是说你的这个边界条件有哪些地方再去做考量，因为不是只有 JavaScript 里面不是只有物件跟阵列这两种物件要被处理，声拷贝的部分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对于声拷贝还有情拷贝的一个深入解析的课程。
然后基本上大家要去掌握的就是说这个深拷贝的跟轻拷贝的概念，这是一定要会的。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coding 这个写程式的部分是大家要去注意，这个部分是一定要会写的，因为这个部分在我们的面试里面也是蛮高频率会出现的一个coding 题目，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深拷贝跟轻拷贝的教学，那就谢谢大家，我们就下个课程见。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模组化系统的一个面试题目的介绍。那在这个教学里面，我们最主要也是会从几个基本的概念，像是说这个模组化语法的比较，然后还有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tree shaking 的一个机制，然后再就是说去介绍一些常见的面试题目，然后去大概讲解一下说我们在面试里面去遇到这样的题目要怎么样做回答会是比较好。好，那首先我们第一点来看一下这个在 JavaScript 里面，大家相信大家在写 JavaScript 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会去运用到一些模组化的概念。那基本上在 JavaScript 里面有分成2种的一个模组化，第一种是 CommonJS， 那基本上这个是 Node.js 去原生资源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去使用 Require， 还有说这个 Module.expose 的一个 API 去做模块化的分类的一个样子。那另外一种是你用 Import 还有 Export 的方式，这个就是 ES-Modules。好，那这个地方大家要去特别注意一下，就是说他们2个之间是写起来很像，但是语法上面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说，等一下的面试题目里面也会大概去讲一下他们具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说我在使用 CommonJS 的时候，我是用一个 Require 的方式去把这个档案给引入进来，然后我这个档案本身它有可能会需要去 export 一些方法，那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写。那 ES6 里面它是用 import 的这个语法去把这个内容给 import 进来，那这个部分它其实有一个效能优化的好处，那我们后面也会讲解到。然后这个地方的话，你去 export 一个function的时候，也是用一个像这样的方式去做 export， 就是你去定一个 export， 然后这个本身是一个function被你给导出去。好，然后这个 tree shaking 的部分，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去使用这个 ES6 modules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好处。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讲解这个 tree shaking 是什么东西。这个 tree shaking 本身就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今天在使用这个前端工具去开发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会经过一个打包的过程，最后打包出所谓的JavaScript 跟 HTML 还有 CSS。那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在 JavaScript 里面去写这样的一个程式码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去引入一些第三方的 API， 比如说我引入了Lodash， 我会这样写 Lodash， 然后 from Lodash 这个样子。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Lodash 本身它是一个很丰富提供很多 API 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library。但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如果我今天只有使用到里面的1-2个 function 1-2个功能，那假设这个 library 里面有3000个功能，我随便举个例子，那是不是我就不必要把剩下的2000多个、2900多个打包进来我这个 JavaScript 里面？所以我今天会用这样的写法，就是说我可能如果只需要去使用里面的deep clone 的一个 function， 那我只需要打包这样的一个内容到我最后产生出来这个 bundle.js 里面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使用的时候，这个 tree shaking 的一个效能优化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在打包里面是蛮重要的概念。毕竟我们今天如果有3000多个 API， 那假设这3000多个 API 我们都没有用到那么多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它打包进来我们这个最后生产出来这个 JavaScript 里面，然后让它去增加整个 JavaScript 档案的大小。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使用一般的这个require 的时候啊，就是这种 CommonJS 的用法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使用这样的一个 tree shaking 的机制的。那我们等一下后面会提到为什么，但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让这个里面的 API 特定的 API 是只有它会被打包，那避免说打包了整个第三方的 library， 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常见的面试题目。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ES-Modules 还有这个 CommonJS 的主要区别，除了他们在语法上面的一个区别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 CommonJS 来说，它是去复制一个新的值给外面的其他档案去做使用，所以基本上你在使用这样里面的一个比如说变数的内容的时候，它是不会去影响到它原本的这个数值是多少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 ES-Modules 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是会去共用它的参考，所以其基本上它会去影响到原本在另外一个 ES-Module 里面的那个数值是多少，它会这样影响到。
大概像这个样子，这个是他们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那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 QShaking 本身它是有支援这个 ES Modules？ 因为我们今天在使用这样的一个 CommonJS 的这个 require 的这样的一个 API 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动态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可能会在一个条件里面去判断说要引入第一个模组还是第二个模组，但这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今天整个程式码在打包的时候，我不可能去走过每一个这种条件判断，所以是不是我就没办法透过静态的方式，就是在打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静态分析，我就没有办法透过这个静态的方式去判断说，哪一个模组才是我真的要去引入进来的。但是 ES Modules 不一样，因为 ES Modules 本身它不支援这样的一个用条件判断引入我的 module 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静态结构的一个处理。那打包的工序经过这个程式码看到说，你只引入其中里面某一个 API 的话，那它就是很简单的去只打包这样的一个 API。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去使用 ES Modules 的时候，它可以在效能方面去大大的减少这个 JavaScript 本身被打包出来的体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然后再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优化这样的一个模组的这个载入的效能。那基本上我们这样的一个模组的载入效能的一个部分是可以透过像lazy loading 的方式去把我们这个模组给 lazy loading 进来。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在后面的这个性能优化的题目介绍里面去介绍比较多相关这样的问题。但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些模组本身啊，它是我举个例子，像比如说它是当下是一个弹窗，那这个弹窗如果用户本身是比较不会在第一次进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就去点击出来的话，那我们是可以把这个弹窗的 JavaScript 给分割开来，然后放在伺服器上面，等待用户真的去点那个弹窗的时候，我们再去fetch 这个 JavaScript 的档案到前端浏览器里面去把它执行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去使用这样的一个import ES6 的一个lazy loading 的这样的一个载入模组的一个功能的话，它是可以去大大增加我们这个前端在第一次渲染页面的时候里面的效率，因为我们第一次渲染里面的这个 JavaScript 里面是不包含这个弹窗的 JavaScript 的程式码的，那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它的体积，然后去增加第一次渲染的速度？那只有在它真的需要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 module 给引入进来，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针对我们这个 CommonJS 还有这个 ES Modules 在面试里面会比较常被问到的一些概念。那基本上我觉得比较常被问到的会是这个QShaking 的机制，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去留意一下。然后就是说去大概能够去训练到让自己在面试里面有办法去很简单的讲述，就是说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再来就是说为什么一个有资源一个没有资源，大概像这个样子。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 JavaScript 模组化的面试教学，那就到这边，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一个章节见。